收户，收，酒瓶响，收，耳朵打点。收破烂的这里。你卖什么呀？这个2手年的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。怎么有个味儿啊？难怪有人花3000万买你，是我大意。谁让你来的？一个死人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。我堂堂杀手榜第3，竟然输给你这个破收破烂的！区杀手榜第3而已，很强吗？就算你师父玄冥亲至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放肆！我师父玄冥大人可是杀手界公认的王者，岂是你这种蝼蚁可以妄议的？王者，给我提鞋都不配的寒碜东西而已。你。大夏镇南王朱雀大人，全球首富楚万山，像他们这种大人物，怎么会亲临小小灵州？我让他们来，他们就得来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请尊上恕罪。起来吧。谢尊上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一个破收破烂的，怎么能让大夏镇南王和全球首富对你俯首称臣？他的身份也是你这种蝼蚁可以估量的。朱雀大人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他只是个收不烂的小家废墟罢了。你是在骂我眼瞎？不敢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乃是大夏五龙殿五帝。他是五帝？这不可能啊！想当初五帝凭借一人一马一剑横扫10国，现斩28个敌国战神，挽大夏于威王，后被国主册封五帝，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上权力。这等气吞山河的人物，岂是他这种收破烂的可以相提并论的？王不可辱，帝更不可辱。带下去，斩立决。是。禀尊上，按龙卫已查明，是上京秦家秦纵横雇佣杀手，想要置您于死地。您父亲病危，有意将秦家托付于您。秦纵横怕您回去与他争夺秦家家主之位，所以想斩草除根。区秦家，也就他当块宝了。尊上，秦纵横如此肆意妄为，是否让我带人？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就好了。还有什么事没有？回禀尊上，按您帝令，来犯我国南海的第3航母编队已被我部击溃，现俘获江国航母1艘。做得好啊！传我帝令，参与所战将士，积案功绩封赏。替南疆将士谢武帝。所缴获的航母以租赁的方式进行拍卖，价高者可获得10年使用权，将所有款项并入库存，届时以补偿民生使用。万山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。是，我即刻去办。蒙烟，臭收破烂的，别喊我名字，只会让我恶心。我不管你在哪儿，5分钟之内立刻给我滚回来，
和我姐离婚。无叶，你这做什么？收破烂的，不识字儿呀！离婚协议，姐要跟你这个废物离婚。是不是我让你姐不高兴了呀？蛤蟆跟天鹅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现在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我姐这样的天之娇女。我配不上她。对，你也不拿个镜子照照你现在什么德行。当初要不是我外公把你从漠北捡回来，早就死在那个鬼地方。说来我外公也真是的，非得说你是什么人中龙凤、帝王将相之才，日后必定是大有前途，非得逼我姐嫁给你。现在好了，5年的时间都过去了，人中龙凤倒是没发现，猪狗不服倒是瞧出来了。放肆！要不是看在林老爷子和你姐的面子上，就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就足以诛你9族以正典刑。你收破烂的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还诛我9族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帝王将相啊？告诉你，我姐已经拿到了航母使用权拍卖会的资格，等我们萧家拿下航母，外贸生意势必就会越做越大。跻身大夏国一流世家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而你个手破烂，你的存在只会让我们萧家蒙羞。你是不知道，没有我的话，你们萧家就根本拿不到这航母拍卖会的使用资格。我呸！少给自己往脸上贴金。这航母使用权拍卖会的邀请函是叶少给我姐的，你一个收破烂子，只会说大话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要离婚，让你姐过来跟我谈。我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就算是见了我也一样，离婚。现在的你，还真是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啊！5年前，为了报答林老爷子的周面者，甘愿入赘萧家。你说你要振兴萧家，我便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你，洗衣做饭，任劳任怨，甚至任由你侮辱。可得到的却是这般嫌弃。身份决定眼界，你注定是小人物思维，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。就算知道，你也给不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我给不了的。真是张口就来。好，我想要的是无与伦比的财权，你给得了吗？我想要的是成为镇南王朱雀大人那样执掌一方、名垂千古的大人物，你能帮得了我吗？你不能。于我而言，不过累赘。我一个累赘？那你知不知道，这天下财权我唾手可得，就连你期待想成为的镇南王，见了我亦要俯首称臣。你过过嘴瘾也就算了，连朱雀大人都敢冒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。没有我，哪来的他今日的镇南王？他能对我俯首称臣，那是他的荣幸。秦武，你是不是捡破烂把脑子捡坏了呀？以为你谁呀？横扫10国、横压一世的武帝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除了我，这普天之下还有谁能担得起这武帝之名？这普天之下还有谁能担得起这武帝之名？疯够没有？以前你只是一无是处，什么时候学会满嘴胡言了？你要真是武帝，为什么不出手帮我萧家成为大夏第1世家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想过没有？5年前，当萧家面临灾难的时候，若不是我，哪有现在萧家的地位？狂妄到这种程度，我告诉你，萧家能有今天，全都靠我苦心经营。
如果真要感谢谁，那也是叶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叶少，对，就是叶少。叶少爱慕我姐已久，这一次开麦会的邀请函就多亏了他。他相比，那就是人也是。只有像叶少这样的名门显赫，是真正可以站在我姐身边的人。他算是我的姐，就连他整个叶家，对于我而言，这就都一样。至于那个航母拍卖权的使用资格是……叶少身份超然，他的身份也是你能妄议的吗？我跟你说过，要正视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是龙终究会翱翔9天，是虫根本就不知道。够了！你以为你用这些狂妄无边的话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吗？5年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了解我？那你知道？我没空听你编瞎话。把字签了，我给你3000万作为补偿，可以了吧？看吧，还不是为了钱，还有你病呢，是一个贱小退。字我签了，钱1分钱不留。明天的航母拍卖会上，一定会后悔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所抛弃的该怎样的精彩。罗音，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姐，像你这样的天之娇女，那就该配叶家少爷这样的大人物。那个秦武只会捡破烂，大放厥词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你说的对，他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我托付终生。秦先生，我是云锦盛田的总裁王雨墨，很高兴见到您。云锦盛田，我与万山国际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，此次航母使用权拍卖会就是在我们云锦盛田举办的。楚安山呢？上京临时有一个招商引资的重大会议，需要楚首夫出席，一时半会儿怕是赶不回来，所以特地交代让我来接您。杨总，项目宙斯接盘手续刚发来一条审议会议邀请。帮我回去，今天我的任务就是陪着秦先生。吴军帮你没去吗？那你先去吧，我很快就来。姐，这3位什么来着？乔振南、符振国、杨怀远，他们3位可是江南3大顶级财团的掌权者，掌握的是江南整个无与伦比的财权。那岂不是比叶家还厉害？叶家在上京有人脉，而且叶少的姐夫刚刚在南海一战立功，被封为五龙殿都使，掌握江南兵权。即便是他们3位，也不敢轻视。3位请。肖总，闻名不如见面，闽都商界第一才女果真不凡。杨总谬赞，我刚好要去敬3位。肖总年轻有为，短短几年时间便让肖家成为江上一流世家，了不得。以肖总的能力，又深得蜀省的青睐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便能跟上京这些世家豪门完了。不敢。我提议，我们一起敬肖总一杯。祝肖总一路长虹。 3位抬爱了。姐，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呢？我去把他撵走，省得一会儿闹出什么笑话，给他
人家丢人。秦武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这是你该来的地儿吗？你们能来，我为什么不来？你跟我们能一样吗？如今要是没有萧家，这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像这种高级的场所，不是你可以来的。赶紧滚出去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。秦武，你哪来的邀请函？邀请函是对你们而言，我不需要。不需要，姐，他就是个收破烂的，谁会给他邀请函？肯定是偷偷摸摸跟在咱们后面，借你的名义悄悄混进来的。没有邀请函私自闯入，要是被人发现，这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趁没有人注意，赶紧走。不可承受的后果。他是什么呀？嘿，谁让你坐这儿的？赶紧滚下来！累了，不想动。秦武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整个拍卖厅的首座，象征的是大夏国权势的最顶端，它的分量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。赶紧起来，不然别自找死路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它不是我的呀？可真是痴人说梦啊！区区萧家的废墟，一个收破烂的废物，放眼整个拍卖厅，没有一个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难怪孟瑶要与你离婚啊！哼，你不但一无是处，还到处惹是生非，你这样会连累萧家的。秦武，你非要闹到无法收场才甘心是吗？我说过了，赶紧起来，别自找难堪。你们可真有意思啊！我坐我的位置，你们却跑过来颐指气使，现在还反而怪我闹，请问闹了吗？哼，你的位置，无知啊，无知的很啊！孟瑶让你起来是在救你，而你太无知了，你这是作死。你可知今夜拍卖会名流云集，那随便一个便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手段。那又如何？那如何？你身下坐的位置，那可是象征着整个大夏国至高无上的位置，非权势滔天者，非富可敌国者不可坐。而你，一个下九流收破烂的货色，莫非觉得有横压全场所有人的能耐吗？5年前，我凭一马一剑便横扫10国，令10国俯首称尊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在我眼中不过蝼蚁一般，横扫你们哈哈哈哈哈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把自己想象成了横扫10国、剑斩24敌国战神的武帝了吧？哼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那么大的人物，你也配和他相提并论吗？放！谁家不开眼的东西，除首富的位置也敢坐，赶紧从上面滚下来！纵观全场，还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，算是什么东西？再不跪下来，打断你狗腿！打断我的腿，你还没这个本事！秦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乔总可是江南微雨集团的掌权者，他只要一句话，整个江南再大也无你容身之所。他呀，他真没这个本事啊！好大的口气！今日要真让你坐稳了这个位置，无疑打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脸。江南远洋集团在此宣布，今日断你生路。远洋集团算什么东西？微雨集团、远洋集团你不放在眼里，那再加上我龙云集团了，不够。在我眼中，
不过是3个蝼蚁演的一出戏罢了。你就是个臭收破烂的，死皮赖脸坐在这张椅子上，还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。大家只需要吹口气，就够把你灭了。秦武，你是不是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？只要他们3位联手，整个江南都得掀翻天。他们要绝你生路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。他们啊，也就只配在这小小的江南耀武扬威了。在我眼中，蝼蚁一般，不值一提。纵观整个大夏，只有你这个蠢材，才敢同时得罪这3人。秦武，你现在跪下认错还来得及，别真无法挽回了才后悔。跪下认错，他们配吗？哼！好，破罐子破摔了是吧？你呀，是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！你们啊，也确实该给自己想想后路了。你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难怪孟瑶与你离婚，你不就是心有不甘，想证明自己吗？可收破烂的终究是收破烂的，任凭你虚张声势，依旧是死路一条。虚张声势，我的实力你们根本无法想象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大放厥词，一会儿让你死得明白。今日拍卖会乃是五龙殿五帝旨意，楚守部代办，这能得到邀请函而来的，无不是一方霸主、世界名流，身份尊贵。可此人一个收破烂的废物，一无是处，一文不值，竟然敢坐在这儿，这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这无不是在打我们众人的脸。不错，今日要是让他继续大放厥词，胡作非为，我们的颜面该置于何处？我魔动金家愿带头断其生路，云州龙家断其生路，林州回家断其生路。此子身份卑贱，任意妄为，丝毫不将我等顶层势力放在眼里。今日断不可留其性命，我微雨集团愿断其生路。不错，此子目中无人，屡屡冒犯我等，要让其活着，我们将颜面扫地，远洋集团断其生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龙云集团也愿出手断其生路。秦武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？现在你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你无可救药，姐，咱们可得离他远点，可别被这个疯子给害死。我知道在座的诸位都想把这个狂妄自大的东西除之而后快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大放厥词、虚张声势的废物。哼，我叶家灭了他都嫌脏了手。不过今日我愿意替诸位出力，灭了这只苍蝇，挑起众人的怒火，然后再代为出手施压，以获取叶家在众人当中的好感。叶连天，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。哼，你就是一个只会大放厥词的废物，人人诛之。我只不过是替大家出手灭了你这只苍蝇而已。叶家，怎么又想说我叶家不行吗？我叶家屹立大夏几十载，不仅掌控千亿财富，人脉更是遍布全国。上京的秦家也与我们叶家来往密切，而我姐夫啊，更是得到了镇南王亲自提拔五龙殿都使。试问我叶家这般底蕴，能不能弄死你这只蚂蚁？上京秦家自大夏开国以来，屹立数百年都不曾没落，是当之无愧的大夏第一世家。叶家竟然能与秦家攀上关系，不得了啊！哪里，叶家女婿萧恒才24岁，便可得到镇南王的青睐，被封为五龙殿都使，前途无量。看来这个小小的江南也困不住叶家这条潜龙了。厉害，厉害呀！千亿财富，上京秦家，五龙殿都使。哎呦，废物，你怕了吗？用强颜欢笑来伪装自己的怯懦呀！哼，你所说的这些，
他又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啊？那我就再说一遍，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？那个上京秦家五龙殿都使又算什么东西？在我眼中，接近错，连五龙殿都使大人都不曾放在眼里，此子不出，铁力难容。口无遮拦，狂妄自大，看来你是真的想尝尝我们叶家的手段了。来人，给我割了他的舌头，打断他的双腿，我倒是要看看我叶家要灭的人谁敢施舍。住手！秦先生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还不赶紧退下！王总是要保他吗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哪里？王总啊，你们王家靠着王山河老将军的名望，没有人可此人今天坐在了不该坐的位置上，王总还望三思而后行，不要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废物断送了王家的前程。得罪了这位秦先生，叶家的前程才是令人担忧。啊，王总为何如此看重这个废物呢？他不过就是个收破烂的，我抬手可灭。秦武，原来他就是你在这儿大言不惭、目中无人的底气吗？我刚才还真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没想到到头来只会躲在女人背后胡作非为。沈墨瑶，你原来就这般看我？5年，整整5年，为了你，我在萧家忍气吞声，在萧家受尽侮辱，得到的却是你的轻视。懦弱无能却大言不惭，活该被人轻视。我懦弱无能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只要一句话，整个天下都将为我山崩海啸。你还真是恬不知耻、自以为是，只会躲在背后靠女人替你出头。你的本事也就这样。萧总，都说你是商界才女，我看也不怎么样，肉眼凡胎，不识真冷。也对，秦先生的身份，又岂是你们这些人可以估量？哼，一个收破烂的废物，能有什么大身份？好心奉劝一句，与其继续出言不逊，倒不如跪下认个错。叶家兴许还有得救。你让我给一个收破烂的道歉？我这是在给你指条活路，至于能不能把握，取决于你。是，你们王家，我们叶家是得罪不起，但今天不是我叶家容不下的，是在场的各位都想断其生路，恐怕你们王家也很难办吧。王总，此人行事确实太过分了。有吉林王家给他撑腰，也的确有傲气的资格，但尊卑有序。今日他坐在了楚楚父的位置上，如若不给点惩戒，传到楚楚父的耳中，那是吉林王家就很麻烦了。王总，你也听见了，不是我叶家容不下他，是整个大夏的世家都容不下他。放眼望去，满庭明柳，尽是鼠目寸光之辈。你们可知道他是谁？哼，他大言不惭，更是敢坐到了楚首富的位置，玷污了这张椅子。除非他有什么大身份，否则必死无疑。王总啊，此举可能会激怒楚首富，不要让王家不好做呀。大言不惭的人怕是你，你可知这位？看得出来，在座的各位都想将我踩在脚底下蹂躏、侮辱，以扬世家之威名。那我今天就坐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你们的权势，尽情发挥你们的人脉，看看有谁能断我生路。区区一萧家收破烂的废墟，竟敢借我王家为名，要为
找死！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，王家的名声都该被你毁了。就这么个东西，也值得你用王家的大旗护着他？二叔啊，此人就是一个收破烂的废物，没什么本事。二叔，闭嘴！你再敢帮助他，就给我滚回金陵！抱歉啊，诸位，今日之事，我侄女瞎胡闹，王家不参与。秦武啊，就连王家都抛弃了你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吧？快点从那个位置上下来！秦武，你太天真了，不会真以为王家会为了你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得罪整个世家吧？天真的人是你，你真以为我的背后是王家呀？小马妖，你也太小瞧我了，你还以为我是你萧家赘婿吗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，你确实太过狂妄了。怎么，你王家也想参与进来？放肆！竟然敢跟王二叔这样讲话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好，好，好，年轻人脾气挺大，但你这是蝼蚁，王家还不屑屈尊降贵，对你出手。你这一把年纪了，还不如一个小辈活得通透。我看这王家也该易主了。放肆！王家之事何时轮到你指手画脚？你再敢造次，信不信我打断你全身的骨呢？二叔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令我王家万劫不复？闭嘴！都骑到王家的头上作威作福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是要把王家的颜面究竟不可？二叔，是楚首富特地交代过，一定要照顾好秦先生。胡言乱语！楚首富怎么能看上他一个收破烂的？楚万山来了，也得把头低着。混账！楚首富你都敢冒犯，看你今天真是活到头了！秦武，我看你是真疯了。你知不知道楚首富掌握的是全球经济命脉，手里握着无数商人的生路，随便动动嘴皮子都能把你抹杀。你说的没错，楚万山他是掌握着无数商人的生路，但他的生路在我手上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事情都已经到这份上了，还执迷不悟，非得要到无可挽回你才肯收手吗？不信啊？你还大言不惭！看时间，楚首富应该快到了。一会儿楚首富到了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，等他过来给我判死刑。对楚首富不敬，这里容不得你。来人，拉下去，废了双手双脚。拍卖会结束，另行处置。我看谁敢！反了你了！楚首富到。恭迎楚首富！恭迎楚首富！楚首富到了，秦武，你不是很能装吗？现在楚首富到了，我真想看看你一会儿跪地求饶的样子。哎呀，姐夫，人家可是武帝呢，楚首富来了，得给人家跪下。没错，他确实得跪。秦武，楚首富已经来了，你现在给他下跪认错，兴许他大人有大量，还能放你一马。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没人救得了你。现在知道认错，晚了。今天你必死无疑，我看谁能救得了你。楚万山，他们都等着我给你下跪呢。放肆！竟敢直呼楚首富不跪，今日非得把你的牙打碎了！来人，给我滚开！楚首富请息怒，像今日这种顶级权贵云集的旷世盛会，确实不该存在这种丑种。我这就命人将他先轰出去。你说谁是臭手？自然是此人。不错，此人不过是萧家的弃婿，平时搞捡破烂，为时生计，下贱不堪，根本不配玷污楚首富的眼睛。你们几个还不赶紧动手！好，赶紧好！
楚首富说的极是啊，这个废物女婿果然很大胆子。他不但擅自闯入，还坐了您的位置。我们上前与他理论，他还大放厥词，还出言侮辱您。所以我们想教训教训他，没想到您就来了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！能为楚首富办事，是我叶家的荣幸。不过您放心，我现在就要人把他给清理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叶凌天，家父是江省叶家叶林。叶家该死！楚首富，您这是？叶林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难道楚首富是怪我们办事太拖沓，没能及时处理好秦武这个废物，玷污了盛会？哈哈，楚首富教训的是啊，能让这个废物在这里搅和了这么久，确实是属下办事无力。我现在就派人清理这个垃圾。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出局，我们这就动手清理，绝不耽误拍卖会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！我看今天该清理的是你们。楚万山，我刚才坐在这里，他们都想让你治我一个大福晋之罪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你治我的罪呢。放肆！你不过就是一个王家和萧家抛弃的丧家犬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楚首富的威严，我看你是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。今天要不弄死你，难平楚首富的怒火。不错，此子身份卑微，是藐视全场众人，得罪了楚首富，罪该万死，其罪当诛。楚首富这威严，绝不容此无门小辈在此挑衅。今日当诛他有罪，以儆效尤。王玉墨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，险些让我们王家蒙难，还不赶紧滚出来，非得害死我们王家！都给我闭嘴！姐，看来楚首富真的大发雷霆啊，连王家主这样的大人物都不给脸面。你说咱们萧家会不会真的被秦武这个王八蛋给连累啊？秦武啊，秦武！你真卑鄙！就是因为我跟你离婚，你心生不忿，所以借着风劲大闹会场，好让我们萧家被迁怒。好，这就是你说的让我后悔是吗？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萧梦瑶，你也太自以为是、自作多情了吧？我要灭你的话，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用得着这么完了吗？对。你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，毕竟像你这么一无是处的人，只能靠大放厥词来获得一丁点儿可怜的自尊。罪人楚万山拜见尊上。肉眼凡胎，你们又怎么知道他的好？萧梦瑶，这辈子你最后悔的决定，应该是舍弃了这个人。罪人！父居然给他下跪！尊上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这个楚首富竟然称这个萧家废郡为尊上。楚万山姗姗来迟，请尊上责罚。你要是来早了呀，我就看不上这么一出好戏了，也看不到这江南3大世家的威名。起来吧。谢尊上恩恕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一个说不二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得到楚首富的尊重呢？姐，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？楚万山都对他卑躬屈膝，姐，你难道真的是那位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武魂殿武帝？刚才我说过，这儿便是我的位置。现在你们谁还有意见？刚才急嚷嚷着叫着要断我生路的人呢？啊？怎么不断我生路了？还灭我九族吗？断生路，诛九族！你一个个好大的胆子！
尊上请放心，今日之事，我必须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任何对尊上不敬者，我楚万山在此发誓，无论何人，我必须与他清算到底。吴守护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他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能得到您的尊敬呢？就凭他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们叶家彻底除名？就凭他一句话，在场的人都得死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一个收破烂的废物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一定是。叶灵天啊，我刚才说过了，就连你们整个叶家给我提鞋都不配，现在信了？秦武，你到底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来骗楚首富？竟然让他这样信任你！骗？看来还认不清形势啊！楚万山，在，请尊上吩咐。1分钟内，我要叶家。秦武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，还想1分钟之内让我们叶家破产？哼，我们叶家在江省第一世家的位置已经数10年了。就算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无可估量的。你不会真以为楚首富会因为你这个废物来消耗巨力刁难我们叶家吧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尊上要你1分钟破产，超过30秒那都算慢。通知下去，30秒内让江省叶家破产，超过1秒，我拿你试问。爸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？我叶家根基全毁在了你手里。爸，我不知道啊。爸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啊，对，你去上京去找秦家，或者找我姐夫也行。我姐夫他位高权重，一定会有办法救我们叶家的。完了，叶家已经彻底完了，谁也救不了。爸，你别急，我们叶家人脉遍布全国，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一定还有。叶子，我请长赶紧向你得罪的人磕头赔罪，如今只有他高抬贵手，我们叶家方能有一线生机。叶家纵横江省这么多年，不可能，怎么会？区区叶家而已，我只需稍稍出手，便可以将他连根拔起。现在，你信了？秦少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我们叶家狗屁不是，以后啊，我们叶家只配给您舔鞋。只要您高抬贵手，放了我们叶家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滚！是，秦少说的对，我们叶家连给您提鞋都不配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叶家愿意给您当牛做马。秦武，为什么一直以来你都要隐瞒我？我说过，萧家这一切完全是因为我，你信了吗？萧家能参加今天的拍卖会，还是因为我，你信了吗？还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想要的任何东西，我都可以给你，你信了吗？你不信，在你的眼中，我就是一个一文不值，我就是一个赘婿，一个捡垃圾的。我以为我只要真心对待你，你就可以真心对待我。但是你们萧家的所作所为，只是让我寒心。秦武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这5年多，我姐有多努力，你看不见吗？她为了萧家起早贪黑，各种应酬。你明明就有能力可以帮助她，却袖手旁观。你到底安的什么居心？就是为了看我们笑话吗？别说，我如何行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你给我把嘴闭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跟尊上这样说话？信不信我让人撕了你的嘴？秦武，5年来你应该也能看得见，我一直很努力想把萧家带起来，
我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萧家。对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萧家，可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为了我吗？小梦瑶，从今天就会明白，你舍弃的是一个怎样的存在，你明白吗？萧小姐，你还真是有眼无珠。要不是尊上这些年在背地里帮助你们萧家，你还真以为萧家也配坐上林州一流世家的位置。楚首富，不必多说了。即日起，我将收回对萧家的一切便利。萧小姐不是自诩能力出众，妄图使萧家成为大夏的一流家族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有尊上，你们萧家还能走多远？车梦瑶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如果没有秦少，你们萧家在5年前就应该破产了。叶冷天，你到底是人吗？分明就是你教唆我姐离婚的。闭嘴！你们两个蠢女人，萧家在你们两个手中，难怪不成气候啊！所以这场拍卖会，对啊，如果没有秦少，你以为你们两个能进来这里？叶凌天，你无耻！好一个狗咬狗的戏码！秦少说的是，秦少说我是狗，我就是狗。汪！秦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还有你们，刚才是谁对尊上出言不逊？都给我站出来，让我也领教一下你们的神威。乔振南，你们乔家可是威风八面，想断谁生路就断谁生路。今天我也想领教一番。楚首富说笑了，今晚之事，其实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嘛。误会？我要是把你们乔家出名，也能说是误会吗？楚首富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是我今晚演拙，没能认出他。秦少，如有冒犯，我愿意对秦少赔礼道歉。也怪我们错信令凌天，对秦少产生了些许错误看法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杨家献出海城城中100亿上街，以作赔罪之礼。不错，不管怎么说，今晚确实是我等行事冒失了，误信了叶家和萧家之言，给秦少带来了不少的困扰。我福家愿献上江上首府青秀区市值最高的天品阁给秦少，望秦少不要嫌弃。要是秦少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，我乔家必定尽全力满足。我们也愿意向秦少赔罪。今天怪我，要是能听叶雨墨的话，我也不至于闹成这样的误会啊！为了表示我王家的歉意，我愿打造一张专属顶级黑卡，凡是王家旗下产业，秦少随意可享有最顶级的服务。好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那我也不方便把这件做绝了。只要秦少愿意，我乔家自然也愿意为今晚的鲁莽之举做出补偿。那你们就全部自裁。秦少，你这么做有些不妥吧？你没问题。让我们全部自裁，这确实有些过了。除此之外，秦少有任何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们一定竭力满足。秦少，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赔罪啊！还请您不要戏耍我等啊！过了吗？刚才你们异口同声断我生路之事，可是霸道果决的很呐！现在我只是以眼还眼，有何不妥吗？秦少，我们都已做出表示，愿意向你赔罪，你又何必得理不饶人？我们敬称你句秦少，但也希望秦少知进退，懂分寸，凡事莫要做得太绝。阿叔，你闭嘴！王眼见，你好大的威风！您是全球首富，地位崇高，
我们王家只有仰望您的份儿，断不敢与你为敌。可是此人何德何能，不过是借你的威势罢了。他是谁嘛？虽不知道楚首富为何如此礼敬此人，但我等方才已经是看在楚首富的面子上，愿意牺牲一些利益，做出让步。可是此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，非要断我等生路，王于禁绝不答应。王二爷说的在理，我杨家也绝不答应。你说在场的诸位明龙世家的掌权者，此人一句话便让我等自裁，这无疑是让宋世家自断一根脊梁。我想诸位也不会答应的。不错，楚首富，事关重大，总不能因为你护着此人，我们便要自断生路吧？还希望楚首富能明示提啊，凡事有度，切不将事情做绝了。你们断你们生路，有何不可？自是不可。今天我们愿给楚首富一个面子，向你道歉，甚至做出赔偿。可是要断我们生路，你还不够格。不够格？不错，先不说楚首富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耗费巨大代价为难我等，可即便是楚首富真铁了心如此，只要我等同进退，你又能如何？我杨家愿与王家同进退，再加上我福家愿誓死与诸位同进退。我乔家亦如此，同进退。楚首富，你也看见了，并非我等执意要与您作对，只是生死之事不容儿戏，岂是他一句话就能让我们自断生路？今日确实我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。既然你能得楚首富如此庇护啊，想必也绝非凡人。我乔某打心底钦佩，并愿意诚心诚意做出补偿，向你赔礼道歉。但你若想假借楚首富之手横扫在场众多世家，哼，绝无可能。依我看，不如各退，海阔天空。各退一步最好，既给足了楚首富和阁下面子，也不至于令我们下不来台。那如果我坚持呢？那就是与在场众多世家结仇了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要我们全力进出，你挡得住。我说过，我只要略微一出手，便是在座所有人的极限。我乔家虽非上京显赫世家，却是大夏境内顶级的豪门，岂能因你一句话就自断生路？你若真的要鱼死网破，那我们不介意奉陪到底。鱼死网破，你也太看得起你们自己了吧？我乔某人纵横江南几十年，什么风风雨雨没有见过。纵使先前全球金融危机击沉无数大夏豪门，却难不倒我乔镇南。论资排辈，哼，我的手段岂是你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可比？乔镇南，你这是自掘坟墓，他的能力可是你能够估量，就是1万个你，不及他3分。楚首富，你未免太抬举他了。我乔某人敬你，但不怕他。今日除非他有什么惊世身份足够轰压在场众人，否则他凭什么一句话便要断我等生路？你说的没错，要断你生路的话，确实只要一句话。晚山，请尊上吩咐。1分钟内，我要让乔家在江南3大世家中。我乔家虽说一直盘踞在这小小江南，却占据江南3大世家名分几十载，凭的是深不可测的底蕴，并非叶家
后期的一个新贵者相提并论。即便是楚首富，要想在1分钟之内将我乔家除名也并非易事。别说是你，就是在场的所有人加在一起，只要尊上愿意，1分钟之内就能让你们身败名裂。今日我们江南3大世家共进退。不错，江南3大世家生死与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既然江南3大世家想一起抱团送死的话，好啊，那我就成全。台下的你们，还有谁要一起的吗？今日凭你一句话，就想让我们所有人自断生路，绝无可能。我金陵王家愿与大家一起共进退。共进退，我们一起共进退。共进退。楚首富，你要执意为此人出头，那便是与大夏世家为敌。愚昧无知，仅凭我确实不好与你们这么多世家为敌，但是今天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他不是你们这群蝼蚁集结在一起可以撼动得了的。秦武，狗急了还咬人呢！今日你欺人太甚，我叶家誓要与你不死不休。你们叶家这次破产，完全是因为你们叶家嚣张跋扈、仗势欺人。这次本来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惩罚，但是看来依旧死性不改呀。秦武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看来你今天是要赶尽杀绝了，对吗？这不就是你们的游戏规则吗？尊卑有序，弱者淘汰。倘若今天是我被你们踩在脚底下，你们会给我一线生机吗？那是因为我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，想踩在我身上，你们还不够格。秦武，你可知道我姐夫萧恒现乃是五龙殿都使？不错，叶家不光有上京秦家作为靠山，而且还有一位身居五龙殿都使的乘龙快婿。有这2张底牌，岂是他一句话就能断绝岳家所有生路？所以呢？哼，你想鱼死网破，那你要考虑清楚后果。先不说上京秦家与我叶家关系密切，就凭我姐夫对我姐一厢情愿，爱慕有加，想灭了我们叶家，我姐夫绝对不答应。今日我必是看在他南海一战之中有功，便放过你们叶家。但是你若以为萧恒就能保全你们叶家，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就算他萧恒来了，也得给我低头。秦武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给我等着。萧大人位高权重，又深得镇南王赏识，即便是楚首富也对他忌惮3分。有他出面，这小子今日便翻不出什么风浪来。不错，此次飞扬跋扈，真当有楚首富当靠山，泱泱大夏任他横推了不成？都使大人出言不敬，胆大妄为，动了叶家。这回叶家那个都使大人这么轻易罢休了？还是年轻，太过自以为是了。秦武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电话如果打出去，这后果可是你承担不起的。哼，打呀！打之后，那就看是我承受不起，还是他萧恒承受不起。好，希望你等下不要跪下来求我。秦武，五龙殿都使可是执掌一方的大人物，正所谓民不与权斗。要是叶家那位都使真的发难，只怕楚首富也不好护你。我的事情就不劳烦萧总这样的大人。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讲话吗？我只是……秦武，我姐只是担心你，你非得这样伤害她吗？要是几天前，我还会念及一些情分，但是现在，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吧，你比谁都清楚。要是我秦武，还是当年那个赘婿，还是那个捡破烂的秦武，你想我，还是内幕的高高在上，人生不可侵犯，更别提这可笑的、突如其来的
关心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叶少，没打通。兴许是在忙。小大人刚刚上任，公务繁忙，可以理解。是公务繁忙，还是不敢接、不能接？请我不要这么着急找死，一会儿让你死个明白。又打来了，还是不接吗？朱雀大人，今夜叶家之事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个忙？萧恒，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，否则即便是我，也保不住你。连大人您，小人多谢大人提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通了，秦武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明天，姐夫，我知道你刚升任都尉，公务繁忙，我也不想打扰你。可是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想为难我们叶家，您能不能过来一趟，帮我教训教训这个臭小子？你给我闭嘴！明天我告诉你，他不是你能招惹的。你要想活命的话，现在立刻马上向他道歉，要不然连我也没办法救你。完了，这次叶家真的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就连五龙殿都使这样身居高位的大人物，也对他没辙？邵总，就在1分钟前，集团遭遇不明冲击，情况危急，马上快撑不住了。什么？副总，1分钟前所有合作方无理由终止与我们之间的合作，资金链严重断裂，集团马上要破产了。怎么会？杨总，不好了！集团海陆空货运都遭到多国扣押，损失惨重，马上就要破产。完了，杨家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哥要断送所有世家人的生命，有何难事？上京秦家竟是上京秦家家族的千金秦思月，她竟然会参加此次拍卖。等等，她刚刚说的是我哥？他是我哥，上京秦家的长子，即将接管秦家一切事务。他想断你们的生路，你们可有什么意见？上京秦家，原来上京秦家的长子，难怪楚首富对他言听计从啊！上京秦家大夏更兴盛，自从大夏建立以来，秦家被累积了无数的人脉和家底。这些年，无数优秀的秦家子弟被派到各省历练，皆成为了各省的翘楚人物。就算是当朝权倾朝野的曹太师，亦是秦家的亲家。是我们眼拙了，竟永远不识真龙。上京秦家大公子确实有资格这般目中无人。唉，这次是我们败了。诸位，可服了？秦少，我们叶家服了。今日我叶家破产，是我自取其辱，还请秦少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放过我，还有叶家一条生路吧。今日姑且就念在萧恒有功于大夏的份上，饶你一命，滚吧！我这就滚。秦大少，我愿意此段生活向你赔罪，恳请你高抬贵手，
给我乔家些许生路。念你诚心悔过，乔家1%资产可留。谢秦少大恩，我愿自断生路，请秦少大恩许我杨家些许生路。我愿自断生路，向秦少赔罪，请秦少给我福家些许活路。我云州徐成愿自断生路，求秦少高抬贵手，给我徐家留些许活路。我天珠落辉也愿自断生路，请禽兽给骆家些许生路。我魔都金宝元自断生路，请秦少给留些许活路。至于这些其他世家的清算，就交给你了，楚安山，请尊上放心。至于你，秦少，我服了，心服口服，还望秦少高抬贵手，放我王家一条生路啊！他们都愿意自断生路，你不是要与他们一起共进退吗？秦先生，今日是我二叔请示鲁莽得罪了您，但我恳请您给王家和我二叔一条生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看在王朗将军的面子上，就饶他一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以他的眼界和魄力，根本就撑不起王家。秦先生，您的意思，我一定回去禀告给爷爷。毛雨墨，那你这样，王家家主的位置就是你的。今日过后，谁死谁活还不一定。川山，你跟王老将军也说一声，王家家主能者居之。明白。你何有不满？谢秦少。小丫头，我换个调调。好。秦先生，不如我到你们的休息室，那里安静。哥，这位难道是嫂子？小丫头片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哥，奶奶说过，屁股大的女人最好生娃了。其实你要是不好意思，我不介意帮你的。你不说话，为什么把你当哑巴？刚刚我们也只是在胡说八道，别放心上了。等等，请我。萧总，有事吗？你现在对我说话一定要这么冷冰冰的吗？我们之间好像也没那么熟吧？亲我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其实5年来，我对你也是有感情的，只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家里人又逼得紧，我一时糊涂。亲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保证全心全意对你好。哥，这是嫂子。前妻，我们之间已经一刀两断了，谈不上什么原谅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。他说的不错，我们之间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总，请自重，山高路远，不再相见。亲我姐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到底还要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，只是破镜难重圆，有些事情不是道歉了就可以当作没发生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连3岁的小孩子都懂，你不知道？好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可是亲我，这5年的感情，你能这么轻易的就放下吗？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后悔了。可能5年来我都没发现我对你感情也很深，直到失去之后才知道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亲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萧总，还请自重，您和秦先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了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白了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难怪一直护着他。像秦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想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。只是萧总眼光太高，不懂得珍惜良人。骚，告诉你，别以为我姐跟他离婚了就能当女了。闭嘴！以后他是我嫂子，你再敢对他不敬，信不信我要了你命？哎，好了，萧总是吧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我哥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对一个人好呀，一向是死心塌地的，但是对一个人失望啊，那是石头扭都拉不回来的。我劝你呀，还是早了死了这条心吧，以后别再来打我哥和我嫂子了。你这狗男女，你生气什么呀？别以为收破烂的摇身变成了秦家大少就可以守住家产，食堂给卖光了，还得回去捡破烂。哎，够了！我跟他闹成这样，还不是一直你逼着我跟他离婚？现在你满意了？不是姐，姐，秦先生，秦女士，你们聊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事先叫我。没事，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避讳。思月啊，说什么呢？那个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大木头，人家可对你有意思呢，你看不出来啊？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儿啊，就是我想你了呗。你要是再没个正形，我走了啊。好啦，说正事儿。我这次来呢，有2件事，一是带你回去，二呢还是带你回去。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哥，当年的确是爸不对，可他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这些年也一直都在找你，只不过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们也是最近才得知你在林州当上门女婿，你就别生爸的气了。他最近身体不是很好，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，你就跟我回去见他一面吧。当年他听信那2位母子的谗言，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回去。他生病关我什么事情？这些年，爸也一直都在忏悔，他很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哥，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，你跟我回去见他一面，哪怕你不原谅他也没关系，好不好嘛？哥，哎呀，好啦，别摇了，骨头都被你摇酥了。那等我忙完我手上的事情，我可以去一次，但他在此之前如果死了的话，那可不能怪我。我就知道，哥你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。对了，这么多年你过得怎么样？爸对我挺好的，就是秦纵横那个该死的，天天没事找事儿，仗着秦星云嫁给了曹太师的儿子曹恒，在秦家飞扬跋扈。秦纵横，是时候新账旧账，一清算了。对，哥，你可得赶紧回去，好好收拾他，不然他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秦家的长子。秦家长子，我才不稀罕呢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秦家的长子啊。更何况这次要不因为有这层关系在，那楚首富也不会出面帮你啊。那些世家不得欺负死你啊！丫头呀，你还真的以为这次是我是靠了秦家呀？就算没有秦家，他们一样奈何不了我。哥，人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许摸头。你呀，在我心中永远是个小孩子。嫂子，拜拜。哥，记得你答应我的，早点回来。你小丫头片子，刚才我妹在胡说八道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我们早就见过，
你还记得吗见过吗？5岁那年，林州游乐场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小女孩一起被劫匪绑架了？你是那个小女孩？想起来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倒真想起来了啊！这都20年了，你怎么还记得？你手背上的刀疤是当年为我挡刀时留下的，我一辈子都会记得。还疼吗？嗨，早就不疼了。比起我之前受过那些伤，这算什么呀？不过20年了，人海茫茫，我们还能相见？孙上，说吧。秦家力压群雄，以500亿的价格拿下了航母10年使用权。秦家可真是大手笔呀，把我盯进航母，看看这个秦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去吧。秦先生，这是我们王家为您打造的顶级至尊卡，拥有它，您可以享受我们王家旗下所有最顶级的服务。好。他一个秦家弃子，一个废物赘婿，说是丧家之犬也不为过。凭什么在拍卖会上如此张狂？他一个废物，应该是借着他秦家的长子身份，让楚万山卖了他一个面子，否则人人见他都会踩他一脚。告诉你，秦家的少爷只有我一个，那就是我秦纵横。是，只有您才是秦家唯一的正主，那个人只是一条被逐出家门的狗，不值一提。告诉我，那个废物怎么还没死？星月芒或许是被五龙殿的人有所察觉，还没有动手就已经失败了。这次只能说那个废物命好，正好遇到五龙殿在灵州举行拍卖。不过他也得罪了五龙殿都使萧恒，萧恒估计他是秦家身份，不敢动手。真是个废物！告诉萧恒，秦家弃子一个而已，不必顾忌。是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别哭了！你居然还凶我！人家都欺负到我们叶家头上来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，你居然还能忍！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这么个胆小怕事儿的？是啊，姐夫，人家都这样欺负我们叶家了，摆明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呀！闭嘴！你知道人家是什么人吗？上京秦家的人，就凭秦家在大夏的能耐，我拿什么跟人家斗？他只是被秦家遗弃的丧家犬而已。等秦纵横、秦少彻底接管了秦家，第一个清算的就是他。说的是真的？秦少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一个弃子而已，不必顾忌。只要萧大人您能把他，秦少一定会铭记于心的。好，有秦少这句话，那个秦武我必杀之。外公啊，外公，哟，梦瑶啊，小花呢？哎，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看望外公啊？外公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哦，说吧，什么事情外公不答应你？我和秦武离婚了。秦武是人中之凤，万中无一的帝王将士，他当你的夫婿，绝对能助你一步登天。你知道当初为了这门婚事，我娘求过我嘴，他才勉为其难答应这门婚事。哎，你竟然……哎呦，外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应该早点听您话的。算了，就当咱高攀不起人家吧。不行，外公，他最敬重您了，要不然你帮我跟他说几句好话，然后我再给他道个歉。5年的感情，
我不相信他就这么轻易的放下了。算了，明日是我的寿辰，你带我把亲戚约来，咱们坐在一起吃顿饭，好好向人家赔罪。好。姐，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但现在我会拼尽全力回到你身边。5年了，五弟您在林州隐居这么多年，故居也到了该收网的阶段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5年前，我平定十国之乱，一举灭掉了漠北10国的国运，却永远也失去了18位好兄弟。他们是为国捐躯，大夏儿女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。请问他们可以不用死，实遭奸人陷害，令我大夏白白失去了18位好儿郎。我在他们坟前发过誓，我一定会救出这些人，然后带上去见他们。快了，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，以营造您在漠北一战身负重伤无法治愈的景象。他们忍了这么久，已经快憋不住了，所以近期海外几国才频频试探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一切需要谨慎。是。请我，明天是外公70岁寿宴，他让我跟你说一声，希望你可以来一起吃一顿饭。我知道你还怨我，但外公是真的很想见你。你去转告给林老爷子，他的寿宴我一定会去的。尊上，您在他背后默默付出这么多，这个女人还这般对您，别人杀了她也不为过。您真的是对她太宽容了。林清芳老爷子与我有恩，他的寿宴我是一定会去的。明天你跟我一起去，另外再去准备几个像样点礼物。是。还有啊，你这身衣服我明天也换一下，这个佩剑也不要戴了，以免把老爷子吓出什么好歹来。啊？哟，这不是萧家捡破烂的女废墟景武吗？听说你被萧梦瑶一脚踹开，还怎么好意思来到这里？我今天来是给林老爷子过寿的。说的好听，两手空空就来了。我看你是离开了萧梦瑶这棵摇钱树，快吃不吃饭了，来这里讨饭了吧？死叫花子，要饭滚远点，脏了这个地方。要饭是吧？哼，你呀已经值50了，拿了钱赶紧给我滚！今天是林老爷子的寿辰，我不想跟你们多说什么，让开。我说请我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本事没有，脾气倒是长了。信不信我找人砸了你那破烂摊子？难怪现在脾气这么大了，原来是捡破烂的当上大老板了，都开上劳斯莱斯了。一个破蹬3轮的，还配开劳斯莱斯？你租这一天得捡多少破烂啊？就这么一脚，不贵，也就几万块钱吧。过2天我让人把账单送到你的公司。几万块，讹谁呢？我看你是穷冲了。这是私人定制的顶配劳斯莱斯，全球限量仅此1台，就是这一个轮子，你全身上下加在一起都赔不起。我说美女啊，看你的身材长得也不错，怎么会跟这种废物扯上关系？你8成是被他给骗了。他就一捡破烂，没钱。这车不是租来撑面子的，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收来的破烂，重新改装的，还私人定制顶配劳斯莱斯，还不可估量。我呸！就是他这一身全部都卖了，也未必买得起劳斯莱斯的一个车股。我看呐，也就你这样的傻白甜才会信了他的鬼话。今天是林老爷子的寿辰，梁上的和谐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想打我？好啊，来，往这儿打。好啊，来打，往这儿打。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有这么无理的要求。好啊，那我就满足你。还敢打我？对了，
好啊，秦武，长本事了是吧？敢当我们林家人？不要把我的容忍当成你们肆无忌惮的资本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林老爷子大寿，你们两个早就给我闭嘴了。好，秦武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我跟你没完。生日快乐！爷爷，爷爷，您看，这都让萧家那个废女婿秦武打的。哦，还有这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我的天哪！一个废物弃婿都敢欺负我林家的人了，我老爷子就不该把他捡回来。等一下，他要是敢进这个门，我就把他轰出去，省得砸了我这块地。林老爷子，我秦武前来贺寿。哦，秦武来了。好你个秦武，打我林家的人还敢来，真当这里是你家了？让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！住口！秦武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谁敢赶他走，就给我滚！爷爷，他都欺负您孙子，您还护着他？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？肯定是你先招惹的秦武，不然他不会打你。好了，外公，秦武已经来了，要不咱们……好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最近身体可好？哟，真是不害臊，不知道又从哪勾搭的小妖精，竟然还带过来了。少说两句。秦武啊，今天呢，就是咱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聚一聚，吃个家常便饭，您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。哦，这位是他叫朱雀。不知道镇南王大人大驾光临，未能出门远迎，我恕罪。哎呀，快坐，老爷子。朱雀大人，刚是我妹无礼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大家不用这么客气，都坐吧啊！走，你呀，把面纱摘下来吧，都是一家人。哟，看来你还真没吹牛啊，还真有本事让朱雀为你俯首称臣。不过可惜啊，这位朱雀可不是什么镇南王，只是一个不要命的小妖精。要不是看在林老爷子的面子上，就凭你刚刚那句，就够你酒足下狱。你拽什么拽啊？你说你是镇南王，你就是啊。我虽然没见过朱雀大人，但是我知道他的佩剑一直不离身，私底下没少跟他玩 cosplay 吧？不是我说美女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到底看上这废物哪一点？一没钱，二没身份，最后捡破烂，浑身还散发着穷酸气。每次跟他只要待在一起，我想吐。就这，你还跟着他，图啥呢？我喜欢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就是怕你被他给骗了。要不这样，你跟我，我呢1个月给你10万零花钱，节假日还能带你去国外旅游，买 LV 包啥的，咋样？考虑考虑？就你，我还真看不上。就这点钱啊，还敢拿出来炫耀？这点10万块钱，你有吗 ？LV 包包你买得起？豪华白毛力士12万，还有这个宾利，刚买的，也就90来万，不贵，不过也不是一个废物能开得起。我还以为是什么豪车，不过是个宾利啊。他说的其实也没错啊，宾利我确实也去看了，毕竟才90多万的车，我还真看不习惯。秦武，你丫的以为不知道哪里搞来一辆劳斯莱斯，就真以为自己是大老板了？他开劳斯莱斯？真的假的？一个收破烂的还能开得起劳斯莱斯？爸妈想什么呢？就凭他一个吃穿都要靠孟阳堂姐的，怎么可能开得起劳斯莱斯？我看呐，8成是他租来撑场面的，怕我们笑话他呢。
你说呀，没钱就没钱呗，装什么大款？哎，都5年了，你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啊？秦武啊，做人啊要脚踏实地，别整天整那些虚头巴脑。你看我们家林宇啊，毕业，前脚出去，后脚就进了大夏第一集团万山集团的林州分公司，现如今已是市场部总监，年薪500万。还是我家小雨有出息，不像某些人忙碌了一辈子，都还是收破烂的命。小雨才出来没多久，竟然都有500万年薪，了不起啊！不像我家那个，唉。秦武啊，你可得好好学学人家小雨，别总整你那些破烂，能值多少钱呀？秦武，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你要是好好求我，我倒不介意在我的公司给你安排一份保安的差事。秦武，还不赶紧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啊！你们可能不知道啊，楚万山只是替我代掌万山集团，这么算来的话，你还是我的手下呢。楚首富替你代掌万山，你说话前也不带打个草稿的。谁不知道你是个收破烂的？别以为租辆劳斯莱斯，再说2句大话就可以让我们高看你一眼，可笑。秦武，小雨愿意赏你口饭吃，也是看在老爷子的情分上。你爱要不要，不要就拉倒，说2句大话显得你能的呀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万山集团好像也刚入驻林州，总裁就才100万吧？对。那你一个小小的市场部总监，年薪能到500万，那是你中饱私囊，还是你贪污了呢？你们2个不要一唱一和的。万山公司集团分公司总裁才100万起步，你们以为那是外面的小公司啊？你们2个外人不懂就不要瞎猜了。要是真有500万，那我倒要好好问问楚万山了。虽然这500万是个小数目，但是我也绝不允许公司里面有蛀虫。装上瘾啊，还问楚首富？人家知道你是谁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林宇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他还真有资格问楚万山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人家是上京秦家的大少爷。木叶，你可别开什么大玩笑啊！他一个收破烂的上门女婿，能是秦家大少爷吗？女婿？问我姐。没错，秦武确实是秦家上京大少爷。前几日在拍卖会上，楚首富都对他礼敬有加。差不多得了，还上京秦家大少爷。要真这层身份，还能去萧家做上门女婿？就是啊，你们说的要是真的，你萧家还不得报警了，会和他离婚，真当我们相亲小孩呢？梦瑶啊，这不是我说你，你都已经跟他离婚了，还护着那个废物干什么？没看着人家被这个小妖精了气？之前是我没发现他的好，不过现在也不算晚，我会努力证明我的心意，直到他重新回到我身边。萧梦瑶，我看你是不是养小白脸养上瘾了？我说他哪来的钱开劳斯莱斯？该不会是你给他的吧？哟，还真新鲜呢！给钱前夫去勾搭小三，梦瑶堂姐，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呀？脑子是不是有病了？你们脑子才有病！我告诉你们，秦武已经不是原来的秦武了，得罪了他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你们吵够了没有？今天是我的生日寿辰，就想好好的在一起吃顿饭，成不成？儿子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气大伤身，别伤坏了身体啊！秦武啊，还是你会体贴人呐。你要是我孙子多好啊！老爷子您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您都是我心目当中最敬重的。啊，好好好，有你这句话啊，我就知足了啊。哎呀，对了，小雨，你不是准备了老爷子寿辰的礼物吗？赶紧献上。爷爷，这可是上品冰种翡翠做成的24K 金箔，
出自珍宝阁尤大师之手。今日是您70大寿，孙二将这尊金佛献给您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珍宝阁是专门为富人服务的，这金佛得值好几万吧？不多，也就88万，只要爷爷高兴啊，这点小钱不算什么。还是林有本事，一出手就是88万。小雨有心了。要不然怎么说是亲孙子呢？小雨很早之前就准备这个寿礼了，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蹭吃蹭喝的，也不知道准备点什么东西来，真好意思。请我，你不是开劳斯莱斯很牛逼吗？这么有钱，也不知道给老爷子留下一份看得过去的礼物。今天秦武能来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至于礼物嘛，今天是林老爷子的70岁大寿，我岂能两手空空呢？这是我让人特意为林老爷子打造的观音瓶，祝林老爷子万寿无疆，仙偶麒麟。哎呦，确实不错呀！好，我喜欢。秦武啊，有心了，有心了，谢谢啊。我说秦武，这该不会是你从哪里收来的地摊货吧？这值100块钱吗？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啊，不值什么钱。不值钱也好意思拿过来送给爷爷？哼，你以为我们林家跟你一样也是捡破烂的？这是什么破烂都往这儿拿。真是井底之蛙，见识浅薄。这可是国礼瓷，全球能拥有国礼瓷的人不超过3位，价值不可估量。啊，竟是国礼瓷啊！哎呦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常言说得好，宁收国礼瓷1件，不要黄金1箱。秦武，这花不少钱吧？只要林老爷子您喜欢就好。随随便便拿个破瓶子就敢冒充国礼瓷，你们知道国礼瓷是什么吗？那可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瓷器，常做国家礼品赠与外宾，价值不菲，一般不会轻易送人，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得到。其他人嘛，或许没这个资格，但林老爷子对我有恩，他绝对配得上这件国礼瓷。我爷爷一生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，自然有资格配得上国礼瓷。但你秦武有何本事，也配让文礼部专门帮你打造一件国礼瓷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行了，知根知底，还装什么装？我看这破烂8成就是你从垃圾堆里捡过来的，瞧着质感就不怎么样，看着也是真的丑。就这拿着当夜壶，我都嫌磕碜。好你个秦武，今天可是老爷子的70大寿，你拿这个不明来历的破烂玩意儿就当寿礼，万一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岂不是晦气？这件国礼瓷是我特意请国主下旨为林老爷子亲自打造，你们居然说是不干净的东西，小心祸从口出，以免让林家有灭顶之灾。好你个秦武，你不念老爷子的恩情，当着老爷子70大寿的面诛我们林家，你到底碍什么心啊你？我只是好言相劝，说话有些分寸，小心祸从口出。秦武，真以为名字带个武字你就是武帝了？竟然厚颜无耻，说什么你请国主下旨专门为爷爷打造的贺礼，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死。秦武，差不多得了，就这破花瓶，我去街上用1000块钱也能买上10个巴掌的。什么国礼瓷，不过是好面子吹嘘罢了。你最好给我拿稳一点，万一真摔碎了，你可担当不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，没接住。你分明是故意为之。对，我就是故意的，像这种垃圾根本不配进我林家的门。找死！你可知道故意损坏国礼瓷，罪同亵渎国威，按律当9族下狱，以儆效尤。在那里瞎嚷嚷什么呢？不就一破烂玩意吗？啐就啐了，大不了赔你们100，不够加到1000，像你们没见过钱的那样。100，这件国礼瓷乃国主御赐，意义非凡。倘若追究起来，就算是你赔上百亿、上千亿，也得照样人头落地。秦武，
小雨也不是故意的，国主不会真的有意为难我们林家吧？无意也罢，若是有意，我就是有意的。怎么样，爷爷，您还真信这个捡破烂的窝囊废能拿出国力词？这就一个地摊货，少拿国主来吓唬人，还酒足下狱，真是什么牛逼的话都敢往外说。损毁国宝，出言无忌，其罪当诛。人长得不错，就是被这个废物骗得不浅。就这破东西，要真是国力词，我林宇的脑袋随便拿去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对，是我说的。但凡你能证明这是真的国力词，我跪下来叫你一声爷爷都行。像你这样的不孝子孙，我才不行。秦武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已经被萧家赶出去了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的话，小心我动手把你给撵出去。大伯母，秦武可是外公请来的，要赶走他不合适吧？老爷子是看这个废物，不想他饿死在外面，他不知好歹，竟包藏祸心，还咒我们林家，还扬言要我们林家什么酒足下狱是吧？这白眼狼，我们林家容不下。这事本来就是林宇的错，一个破烂玩意儿，啐就啐了，就真是故意的，大不了我们赔几个钱呗，几万块钱，难道还赔不起？够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说老雷啊，今天可是你的70大寿，何事啊？让你如此大动肝火？金百金大师，稀客稀客。我也是来林州办事，想起今天是你的70寿辰，这才不请自来。您不会介意吧？金大师来的正是时候，请我看你这下怎么装下去。金百大师可是大夏首屈一指的鉴宝大师，你这地摊货，他只需要看一眼，真假立现。我劝你啊，趁着现在还有时间，赶紧滚出我们林家，免得一会儿下不来台面，颜面丢失。您是大夏最好的鉴宝师，慧眼如炬。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赝品，有人非说是价值不菲的真货，我们难辨真伪，还得请您帮我们长长眼。鉴宝，我非常有兴趣，拿来我瞧瞧。还真是话有相似，物有相同啊！金大师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？还请您告知大家一声，这东西到底值钱不值钱？这并非古董，不值什么钱。听见了？金大师可是大夏出了名的鉴宝师，这瓷瓶值钱不值钱，他一验便知。幸好今天金大师来了，不然就真的被有些人鱼目混珠，随随便便就讹诈我们好几万了。好你个秦武，老爷子待你不薄吧？你竟拿这破烂玩意儿来给老爷子当贺寿礼呀！金大师，你不妨仔细瞧瞧，是不是很熟悉？金大师，要不然您再看一下。还看什么？假的真不了，再看10000次又能改变什么？萧梦瑶，你该不会也愚蠢到相信这个废物的大话了吧？好了，都少说2句，都是秦武的一片心意。小雨，你也别说话了，别叫金大师看咱们的笑话。本来吧，送什么都无所谓的，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个窝囊废在这里装逼的样，明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，却非说这个夜壶是国礼瓷。什么？国礼瓷？是啊，金大师，您说好笑不好笑？这个废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收来的地摊货，硬是把它说成了国礼瓷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国主义瓷，意义非凡。今日还好是您来了，要不然我们还真被此人给骗了。这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其余的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呢，我们正准备把它清扫干净，没想到金大师您就到了。金大师，这就一堆破烂儿，过会儿我们自己收拾干净就行，不用您收拾。对，金老，这些碎片搁手，万一伤到你就不好了。别愣着了，赶紧拿扫把这里清理干净。破烂，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？金老，这不就是一堆不值钱的地摊货吗？有眼无珠，
这可是国礼瓷，天下无双，国主御赐，它的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来估量。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金龙，你刚刚不是说这玩意儿不值钱吗？怎么又突然变成国礼瓷了呀？如果单单一片瓷片，它肯定不值什么钱。可是这个瓷片没有摔碎，拿去拍卖至少上100亿，也有人抢过头。没有想到，就这么毁于一旦。就一件瓷瓶，竟然价值100亿！国礼瓷的价值可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。仅凭国主御赐4个字，林家遇到什么危险，都可以化险为夷。造孽呀！价值100亿的东西就这么毁了，要不然我林家凭此就能一步登天。林发正，你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，好端端的一个稀世珍宝，将你这个逆子给毁了，你要气死我呀！金大师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一定是赝品。老友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刚刚我就说眼熟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们可知道，这国礼瓷便是由我亲自打造，今天来林州，便是将它送过来。没想到它竟然回到你们的手里，你们真是暴殄天物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刚刚我可记得有人说过，如果这真的是国礼瓷，他可是要跪下叫爷爷。到底是谁打破了我引以为傲的杰作？就是你眼前这位。这是你干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是真的，我还以为……混账！你可知道这国礼瓷是国主御赐给武帝的国礼瓷，价值连城。要是此事被国主知道，龙颜大动，你就是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竟是国主给武帝的国礼瓷，若武帝知晓此事，定是要我们林家下9狱的。林宇，我们林家要被你害死了。我只是一时失手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也没想到秦武这个废物居然真的有国礼瓷啊！气煞我也！愚昧无知，毁我心血。此事我定奏明国主，是你大不敬之罪。对，都是秦武，要不是他，我怎么可能会摔碎这个价值连城的物件呢？跟秦武有什么关系？明明就是你故意摔碎的。别倒打一耙。什么没关系？怎么没关系了？要是他早就说那个东西是真的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所以这件事他得要负全责。这国礼瓷你是哪里弄来的？自然是我。八成就是他偷的。秦武呀，秦武，我们林家真的是待你不薄啊！你到底是要把我们林家害死才甘心吗？对，肯定是他偷过来的，不然国主赐予武帝的国礼瓷怎么可能会在他手上？秦武，你还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偷到国礼瓷，该当何罪？不可能，这么贵重的物品，武帝定会好好珍藏，怎么会轻易被人盗取呢？金大师，这位是上京秦家大公子，之前在航母使用权的拍卖会上力压一众世家，还被楚首富青睐。想必这国礼瓷是武帝转赠给他的，也不一定呢。若是上京秦家大公子，这事倒也有可能。他何止是上京秦家大公子，他刚刚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件国礼瓷是他请国主下旨打造的贺礼。照这么说来，他应该是武帝。梦瑶堂姐，你现在又跟他没关系，何必替他做辩护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姐，人家没准就是武帝，你看身边不还带了个朱雀小姐吗？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今天咱家不光武帝大驾光临，就连镇南王也到了。连武帝和镇南王也来了，不知现在何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金大师，面前这位不就是马踏十国、剑斩24战神的武帝？你老再仔细看看，到底是真是假？武帝在5年前踏灭十国后，便在轩辕宫深居简出，就连受封仪式都尚未举办。我从未见过，倒是镇南王今日才有幸交谈了一番。
镇南王不就站那儿吗？金大师让您见笑了，刚才都是我们的玩笑罢了。我们林家何德何能让武帝和镇南王这样的大人物赏脸下榻？不过是2个不知死活的人冒认罢了。就是，连武帝和镇南王都敢冒认，我看你们是找死。秦武，你要是想早死，你就滚远一点，别来祸害我们林家。住口！你们可知道，镇南王的意思是不想让我们道出他的身份。也对，镇南王虽说是女儿身，却镇守一方，何等英姿，何时穿衣打扮这般像女人？想必他也不好意思让你知道。金大师，您刚说我们应该知道什么？你们可知道，故意损坏国礼祠，无异于冒犯国威，其罪当诛。金大师，您可要明白是非啊！这国礼祠，我不管是谁带来的，我只问是谁打碎的。今日之事，我定会上奏国主，治你们大不敬之罪。岳离宇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！好端端的玻璃瓷，叫你给毁了！爷爷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瓶子这么值钱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可要帮我向金大师求情了。这件事真要让国主知道，我肯定死定了。你总不能让你亲孙子去死吧？说什么都晚了，金柏视宝如命，而你却毁了他最得意的作品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深究此事，谁劝都没用。秦国，这件东西可是你带来了，你却没有看好它，这你得要负一半的责任。你赶紧想办法解决。是我带来的不假，但我可不让你摔了呀。倘若国主降罪下来的话，那要的也是你的脑袋，不是我的。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真是活该，谁让你故意摔碎的？现在死到临头了吧？亲武，东西是你带来的，你肯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算我求你了，帮帮我，救救我，好不好？你有当过我是你一家人？秦武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儿子？我儿子要是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跟你没完！自作孽不可活。他一个成年人，也该为他的行动付出代价。东西是他摔的，砍他的头理所应当。别以为撒泼就能救他，只不过是给林家添祸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胡搅蛮缠，妇人愚见！你是真想把小雨送上断头台不成？就是啊，就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威胁秦武呢。啊，我劝你啊，还不如跪下来，好好求求人家。毕竟人家也是上京秦家的大少爷，救你那也是绰绰有余的。秦哥、秦爷爷，猛一说您是上京秦家大少，这种事情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刚刚说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是我自作自受，但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求你了，救救我！他都自身难保了，谁能救得了你？秦武，没想到吧？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林老爷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今天是来找秦武这个王八蛋来算账的，与你们林家无关。岳凌天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出去！就是，上一次的事情还没长记性吗？你们可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呀，不过就是林家抛弃的一条狗而已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这件事可是上京秦家秦纵横公子告诉我姐夫的，不然我怎么能来到这儿胡闹呢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相信秦武。不相信是吧？好啊，可以问问我身边这位，他可是五龙殿的执剑使，也是我姐夫的副官。上次是我姐夫错信了秦武是秦少爷，不过现在他今天必须死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别管你们是什么人，这里是林家，只要我老头子还有一口气，你们就别想为难秦武。
林老爷子，你放心，这是我和秦武的私人恩怨，与你们林家无关。你们可千万不要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与我们叶家作对。老爷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人家可是五龙殿的执剑师，有先斩后奏的特权，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斗啊？是啊，爷爷，这是秦武在外惹来的麻烦，我们还是不要为了一个外人来给我们林家树敌了。咱们可别犯糊涂。林家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业，万一毁在咱们手上，下去怎么见列祖列宗啊？都给我闭嘴！我一向视他为亲孙子，你们谁要是敢动他，我老头子绝不答应。你们真的想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废物和我们叶家作对，对吗？和五龙殿作对，对吗？五龙殿五帝明察秋毫，绝不能纵容你们胡作非为。至于叶家，我老头子一生行医，也是积累了一些人脉。今日如果你们非要在我林家为非作歹，我定拼尽我的所有，与你们斗到底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对我的恩情我心领了，但这件事情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也可以解决。您一大都敢告。哈，你想认错，这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跪下给我磕几个头，然后呢，自断你的自知，自生自灭。本以为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。死到临头了还虚张声势。上次在拍卖厅，我误以为你是秦家大少，所以我才饮下了一口气。不过今天，我看谁救得了你。其实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10年前我便与上京秦家断了联系。那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他只不过就是一个被秦家抛弃的狗而已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所以他没有了秦家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秦家在我眼中如同蝼蚁一般，你亦如此。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。上次拍卖会如果没有秦家，我会怕你。哼，我现在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大言不惭？今天是老爷子的寿辰，我不想让这里沾上血。给你3瞬息的时间，给我滚！哈哈哈哈哈！秦武啊，你耍的一手好威风啊！待会儿我想看看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。看来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！秦武，今天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我动了又如何？放肆！你在五龙殿面前伤人，你这是在找死！龙殿，到底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敢到居民家里面为一个纨绔子弟仗势欺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五龙殿如何行事，轮得到你来管吗？是吗？那我今天还真要管一管了。你在挑衅我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让萧恒过来见我！放肆！敢冒犯萧大人，你可知道这是死罪？他萧恒都不敢判我死罪。秦武，你今天这样伤我，我一定会找我姐夫，找你他日百倍奉还！今日我就算杀了你，他也什么都做不了。不过你挺幸运的，今天是林老爷子的寿辰，我不杀你。秦武，你这样伤我，你一定要死！你现在这么害怕了是吧？没用了，一定要杀了你，谁也保不了你！这样伤我，这样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！我发誓，你一定要死得比我惨！到底谁给你的自信？我不杀你，并不代表我不能废了你。
手！从今日起，你除了能睁眼和正常人以外，其他的与植物人无异。敢在我面前伤人，这是在找死。至于林家，纵容与包庇，也难逃干系。区区一个执剑使，也敢仗势欺人！回去告诉萧恒，我能给他的，自然也能收回。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有下次，萧家覆灭。至于你嘛，回去让萧恒给我好好处理。如果处理的不得当，那萧恒也难逃其咎。秋罗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怎么敢冒犯龙武殿下执剑使呢？他可是萧大人，这该怎么办？你赶紧跪下来跟他道歉呢！你，秦武，你要找死滚远点，可别害了我们林家。执剑使大人，这个疯子就是萧家的一名赘婿，而且前几日已被萧家逐出，与我们林家毫无半点关系。还请您明察，不要因为一个疯子而迁怒我们林家。我理解，一个被上京秦家抛弃的妻子，拿什么和萧恒抗衡啊？我们还是别惹麻烦了，免得连累萧家。小子，今日你行凶伤人，还出言冒犯萧大人，若不废了你，我这武龙殿的执剑使颜面何存呢？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颜面！滚！死到临头了还口无遮拦，来呀，给我拿下，当场杖毙！我看谁敢！有何不敢？今日此人必须杖毙，谁敢阻拦？区执剑使，好大的威风！平日里萧恒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我看你们两个真是天造地设，一样的愚蠢，一样的找死。你们知不知道这位武龙殿御剑使大人想要抹去你们，就跟捏死两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闭嘴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要了你的命！龙化宇，你倒是威风凛凛啊！朱雀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他竟然真是那位镇守大夏南面的镇南王朱雀。秦武，原来上京秦家并非你的底牌，眼前的镇南王才是你。你真的是镇南王？我来这儿还需要向你们汇报吗？不，属下绝无此意，请镇南王饶命！滚！是，小人这就滚。把这个废物也带走，顺便给萧恒带句话，我能够给他的，自然也能收回。他的话可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，我一定原封不动的带走。滚！小人眼拙，未能认出镇南王，望恕罪。林老爷子，今日本就是来给您祝寿，哪能受此大礼？我何德何能让您这样的大人物来给我贺寿？受之有愧。国里此如此殊荣，我消受不起呀。林老爷子，您这一生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，这国里慈，您当之无愧。林老爷子当之无愧，只是没想到有人恶意损毁国里慈，有辱国威，其罪当诛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请镇南王饶我这一回吧。我可不是什么镇南王，我只是一个愚蠢的冒充之人，哪有资格饶你不死？朱雀大人，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你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今日你们所作所为，实在该死。求求你，替我向镇南王求情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秦少，刚刚是我们的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，还请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面子上，帮忙向朱雀大人求个情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秦武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不应该对你这样，可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一家人，刚才着急给我撇清关系的时候，你们
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呢？就是刚刚还想着推卸责任给秦武，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帮你们求情？原本秦武感念老爷子的恩情，给咱们林家一份天大的礼物，足以让林家一步登天。现在全让你们家给毁了。秦少，秦野，我在这里磕头了，只要你答应救我，你会让我做什么都行啊！我林清风光明磊落，怎么生了你们这群？哎呀，秦武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纵使他有千般不对，我也不希望他死在我的前面。如果你真有办法，就请你帮帮我们老林家，给我们老林家留段香火吧。秦武，老爷子对你恩重如山，你也不忍心看他白发人送黑发人吧？秦武，今天看在外公的份上，您就帮一下大伯一家吧。实在不行，我这老头子给你跪下了。林老爷子，不必如此，这国礼祠本来就是给您的寿礼，您要是不愿意追究的话，那自然相安无事。今日就给林老爷子一个面子，暂不追究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谢镇南王，谢禽兽。等等，小左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以谈。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？5年的感情，5年的感情都被你抛弃掉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？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没及早发现对你的感情，现在我后悔了。秦武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后悔了？后悔的是感情吗？不见得。你只是后悔舍弃了我这样一个可以让萧家飞黄腾达的靠山石罢了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是你自己没把握住机会。就在刚刚，当你得知我与上京秦家没有关系的时候，你又一次抛弃了我。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谈的必要了。救我！我已经把姿态放这么低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真以为我萧梦瑶没了你就一无是处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即使再过多少年，我萧梦瑶都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把萧家带出江生，而你没了秦家庇佑，没了镇南王垂青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站的高度你永远看不到，因为你连仰视我的资格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有句话你总算是说对了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他的身份是你这辈子可望着不可及的所在。至于你德不配位，你终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。秦武，你会后悔的。尊上，今日是我失责，没有管束好萧侯，请尊上责罚。你手底下这么多人，要是每个人犯错，我都追究你责任的话，你这个镇南王早就可以当。萧恒徇私舞弊，肆意妄为，回去我定好好责罚。 5年了，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毁了全部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若有下次，萧家覆灭。是。姐夫，我要让他跟我一样，变成个废人。萧恒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你看着办吧。他辱我太甚，此仇必报。 可是朱雀大人说，镇南王位高权重，他哪有时间顾及一个秦家气少的死活？只要动静小一点，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去。是，哼，秦武，尊上，王小姐想见您。
坐下说吧。有什么话就直说。秦先生，王家的事情我本不该找您帮忙，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现在唯一想到的只有您了。王家怎么了？我被逐出了王家。坐下，慢慢说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我二叔，上次拍卖会结束之后，爷爷找他聊了一夜，希望他可以交出王家家主之位。二叔表面是答应了，背地里却联合了几个亲信，将爷爷软禁了起来，不允许任何人探望。我偷偷的接近爷爷的房间，却被以谋杀爷爷的罪名逐出了王家。王玉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秦先生，爷爷最近身体很不好，我担心他会出现什么意外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秦先生，求求你帮我见爷爷一面。你放心，王老将军对我有提携之恩，他遭遇这样的变故，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另外，这件事情也是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让王老爷子涉险的。放心，陆轩，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去见金陵王家。是。尊上，我先去安排别的事情，晚些再赶到王家。站住！私人重地，闲人免进。你新来的吗？不认识我是谁？管你是谁，没有家主吩咐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你一个王家小小的保安，居然敢为难王家千金，看来这王家是时候该洗回来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当这哪来的野狗敢来我们王家门口犬吠？原来是你这只被我们逐出家门的小流浪狗啊！我们要见二叔。我爹那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随便想见就能见的，赶紧滚！让王运进滚出来见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王家有你这种野狗的事吗？来人，给我掌嘴3剑！敢来我们王家门口闹事，你小子不要活了是吗？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当初就不该饶过王运进，否则今天也不用多此一举走这一趟。还敢出言不逊，冒犯我爹！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了，你就知道死字怎么写的！给我上！女子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爸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做儿子也是关心你的身体，特意嘱咐胡神医开了这一剂良药。好一个大小子！我真后悔把王家的实权交给了你这个良心狗肺的手里。王家有我，只能更好。更好？你野心勃勃，目光胆怯，王家在你的手里只会毁于一旦。行了，这药你要不吃，死了也怨不得我。忘了告诉你啊，你也别指望王雨墨那丫头回来看你，她已被我逐出王家，今后绝不能再踏入王家一步。你外面这群人吵什么吵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铁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上次的事儿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敢上我王家闹事儿？你真以为我王家是好欺负的不成？爹，你看他给我打成这样，你今天得给我做主啊！很好，新仇旧恨，今日一并清算了。王云静，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，难道你真的想像那些世家掌权者一样生路断尽吗？
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不过是秦家的弃子，秦家不可能为你动用一兵一卒。为了秦家这棵大树，你一个收破烂的拿什么跟我斗？你当真这么觉得？看得出来你很能打，一个人能打过10个人、100个人，他1000个人呢，你斗不过我的。秦武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自断一臂，你的命可留。二叔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秦先生可是……闭嘴！你这个包藏祸心、想毒害老爷子的不孝女，竟敢联合外人来我王家撒野！等我收拾完他，再慢慢收拾你。你不要汗血喷人！我从来没想过要害爷爷，是你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任凭你巧舌如簧，也抵不过证据为王。妈，救我！秦武，你尽管动手，不过你要清楚，你施加在我儿子身上的痛苦，我定让你百倍奉还。既然你想清算的话，那就先从这个利息开始。狗蛋！今日我不要把你大卸八块，我就不姓王。就凭你啊，还没这个能耐。谁能拿灭此子，奖赏100万。双拳难敌四嫂，怕什么？上！一群虾兵蟹将，还想取我性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本来念在王老将军的面子上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就以为你可以感恩戴德，没想到还是养虎为患了。好，那我今日便除掉你这个毒瘤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是王家家主，我女儿王喜儿不日将与镇东王之子订婚。你敢偷我，整个大夏都竟容不下你！今天谁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今日有我在，可容不得你造次。秦武，你完了！你害了叶家，又曾出言侮辱萧都使，今日他绝不可能容你。萧都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此人硬闯王家，行凶伤人，还请您出手擒下此人，处以极刑啊！萧恒，放肆！敢直呼五龙殿都使的名讳，还不跪下听候发落？让我下跪，他还不配。我不配。早就听说你胆大包天，目中无人，今日一见，确实如此。只是你一个秦家弃少，有何资格在此放肆？我让人传达的话，要是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的话也配入我耳？上一次若非有镇南王在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有何资格站在我面前？小恒，转念你年轻气盛，又刚立功勋，我还可以容忍你一二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好像没那个必要了。哦，你能如何？撤都使一职，判9族下狱，押我幕府服刑。找死！你怎敢跟萧大人这般讲话？你当你是谁呀？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也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自己的处境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凭什么还敢如此大放厥词？好，今日我倒看看，你要撤我都使一职。你可知都使一职，乃是我与南海一战中击沉江国3艘巡航舰，俘获1艘航母，以命博来。即便是京城上家的大公子，也没有这个资格。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弃子而已，有什么资格撤我的职？萧都使，此人最喜欢信口开河、虚张声势。他说过的话，听过便当，不必当真。撤你职，一句话就够了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有什么本事。我给你10分钟，10分钟后你将人头落地，了此残生。
朱雀，10分钟内赶到王家，晚1分钟，镇南王易主。好大的口气！先是要撤了萧主使的职，现如今又大言不惭的要镇南王易主。你当你是当今的国主，还是衡亚一世的武帝呀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希望到时候你别被吓破了胆。此人说话愈发没有规矩，不光冒犯大人，就连镇南王也不放在眼里。请大人准我拿下此人，施以极刑吧。不急，说了给他10分钟，便等了10分钟。等到这一出空中计唱完，便送他上路。青鸟，通知所有部门进行管制，保持道路通畅。让我10分钟内必须到达王家。是。萧恒，你一再逾越，这一次我绝不饶你。两位能够不辞万里来到金陵参加犬子的订婚宴，实在是太给我面子了。什么也不说，务必在金陵多待上几日，也好让我尽尽这地主之谊啊！我们也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如今这小子订婚，我们哪有不来的道理啊？庆功大人刚接到消息，镇南王下令金陵各部全力配合管制交通。小朱雀，他也跑金陵来了。他来便来，管制金陵的交通做什么？莫非不是有什么大人物降临金陵？朱雀大人说10分钟之内必须要抵达王家。金陵王家，那不是你将来的亲家？备车。朱雀大人会不会堵在路上啊？10分钟内，他必到。王雨墨，你未免太天真了，真的以为他有什么本事能请得动镇南王？切！萧大人，就1分钟了，我看他已经黔驴技穷了，没有什么手段了，请大人让我出手斩了此子。陪你玩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上一次在林家有镇南王在，让你侥幸捡回一条。今日镇南王绝不会再救你第2次。小豪，还差1分钟到你死期了，便这点时间，你又等不及？你想拖延时间？可惜，今日我要你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龙浩宇，给我杖毙此人，以重典刑。小子，在林家你胆敢挑衅于我，今日我必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镇南王到！镇南王？你们真的来了？难道？不可能！镇南王是何等人物，岂会理会一个秦家弃子？一定是拜访王老将军而已。五龙殿都使萧红恭迎镇南王，恭迎镇南王。镇南王大驾光临寒舍，实在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县令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禀突厥大人，今日有贼子闯入王家行凶，我正好来拜访御见，正欲出手收拾此人。不错不错，今天幸有萧主使在，要不然王家就被这个贼子搞得天翻地覆了。萧恒，是这样吗？朱雀大人，的确是这样。小人多嘴，该罚。朱雀大人，我今日的确是来王家拜访，正好碰见。混账！待人擅离职守，今日还想蒙骗本王？你真当本王是3岁孩童吗？朱雀大人，我绝无欺瞒之意，请明察。属下来迟，请尊上恕罪。10分钟也不算太晚，起来吧。谢尊上。这不可能！完了，难道真的是他将镇南王请来了？萧恒，你现在信我？你到底是谁？放肆！见了武帝还不过来跪拜？你是武帝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朱雀大人，此人只是萧家女婿，秦家弃子，他有什么资格
能和武帝这样的大人物相提并论。对，此人极其善于冒充他人。上次在拍卖会上就冒充上京秦家大公子，骗过了楚首富及其众多世家。此番，你们是在质疑本王？不敢，我等只是担心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毕竟武帝威名不容亵渎，若随便让人冒认了，传出去有损大夏威名。萧恒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事到如今，还想着如何找补？居功自傲，执迷不悟。今日起撤销萧恒都使一职，听候发落。朱雀大人，怎么不服？属下遵命。姐夫，千万不要相信此人，此人鬼话连篇，居心叵测，罪当该死啊！秦武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给过你回到我身边的机会，是你没有珍惜，别怪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姐夫，我都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要看着他死！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？梦瑶，你快来告诉他们。他与镇南王举止亲密，还一同上门给我外公贺寿。我想，这二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。什么？混账！你可知污蔑镇南王是诛九族之罪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他只是萧家赘婿，秦家弃子，镇南王为何三番四次助他？萧梦瑶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秦先生，便是当今武龙殿武帝？哼，什么武帝？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靠女人的废物罢了。王雨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此人冒充武帝招摇撞骗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质疑武帝！今日不斩你，地位何在？镇南王，你高高在上，想要杀我轻而易举，可是你指鹿为马，让此人冒充武帝，这个罪名只怕你也担不起。朱雀大人，我想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误会。此人在萧家为婿5年，而武帝一直在轩辕宫深居简出，时间地点完全对不上，应当是此人与武帝长得有几分相似。大人一定是弄错了。萧恒，你们还真是狗急跳墙，想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呀！可惜你们的底牌太少了。冒充武帝，欺骗镇南王，罪该当诛。龙化宇，给我拿下此人，就地处决。属下领命。你们要造反！朱雀大人，我只是想拿下此人，再确认其真实身份，事关武帝尊严。今日你若阻拦，那我只有斗胆清君侧了。来人，动手！放肆！你们可认得此剑？武帝亲赐朱雀剑。既然认得，还不快跪下！朱雀剑乃武帝亲赐，有先斩后奏之特权。你们可是想先试其锋芒？请朱雀大人见谅，我也是担心有居心叵测之人盗用帝威，行不法之事，此乃重征大夏，重征武帝。不错，我等也是怕武帝之名有损，故而想要一验真伪啊。武帝斩10国气运，横压万国，不可一世，岂是你们说验就验？今日你们冒犯武帝，乃是死罪，还不过来求武帝宽恕你们，兴许能留你们一条狗命。这不可能，秦武，明明5年来你入赘萧家一事无成，就只会成天摆弄那堆破烂，怎么可能是那位见证10国气运的武帝？肯定是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。难道是你和他策划的阴谋？姐夫，他就是个收破烂的废物，哼，哪里是什么武帝？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住口！妖言惑众！今日就先斩了你，以正地威。朱雀大人，我们只是担心有人冒充武帝，所以想要证明身份，别无他意。这个人我可太了解了，他绝对不可能是那位横压10国不可一世的武帝，只是长相相同罢了。萧梦瑶，是没想到你变成这个样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。5年了，你从来没有承认过我的身份，
我的手段，我的感情，给太阳失望了。秦武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一错再错。冒充武帝可是死罪，你现在回头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武帝也只能是我。萧梦瑶，你是想毁了萧家？朱雀大人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他要真是武帝，只需要拿出有力的证明，我们自然无话可说。我无需向你们证明，是不需要，还是不敢？放肆！莫要以为林老爷子对武帝有恩，你便可以肆无忌惮。再敢多说一句，本王替武帝斩了你！凌天和萧梦瑶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武帝一直隐居轩辕宫，不曾问世，怎么可能会在萧家当上门女婿？何况此人一直不愿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全都是朱雀在替他证明。也许此人根本不是武帝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赌一把了。朱雀大人，不是我不愿意信你，是这个世上以假乱真的事太多了，还请武帝验明真身。还请武帝验明真身。请武帝验明真身。萧恒，你想造反？不敢，只是事关武帝，还需小心谨慎，免得被有些人利用了，祸害了大夏。萧恒，看来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。秦武，你就是个冒牌货，别以为有镇南王帮你，你就想以假乱真，欺骗天下。笑话！既然武帝是假的，为什么不说本王也是假的？朱雀剑以西域玄铁铸造，内有武帝印记，非有王者之气之人不可拔出。镇南王镇守南面，堪称绝世王者，自然能拔出此剑。其实要证明身份很简单，只要武帝能够激活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，一切谣言将不攻自破。先礼后兵，不错。只是我凭什么向你们证明？你要是不敢证明，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你是假的。要我证明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你是怕唤不醒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吧？姐夫，武帝剑斩十国，武功盖世，只要您斩了此人，便可证明他是假的。此言在理。有本王在此，我看谁敢上前一步。朱雀大人，你如此维护此人，莫不是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怕露出马脚？萧恒，你找死！萧恒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朱雀大人身手了得，我不是对手，但无法证明武帝真身，我死不瞑目。不错，只要武帝能够激活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，便是斩了我们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们死不瞑目，与本王何干？镇东王、镇西王、镇北王到。三王齐聚，镇南王，今日你想一言堂，怕是办不成了。秦武，你冒充武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秦武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一错再错了。朱雀，亲家，你可算来了，再晚一步，只怕就见不到我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都是萧红见过镇东王、镇西王、镇北王。萧恒，你也在这儿？那小米、小朱雀也在了。亲家来的正好啊，要不然我们可就被冤死在这里了。有一事，还请三位大人验明。臣白虎拜见尊上，不知尊上驾临金陵，未能恭迎，请尊上恕罪。起来吧。谢武帝。难道他真的是武帝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武帝。萧梦瑶，在你眼中，你所舍弃的人应该是一个籍籍无名、一无是处的人才对吧？只是我的实力远超你的想象，所以内心很不甘。对我而言，你真的太可悲了。不可能，你只是个收破烂的废物，你只配烂在底层。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无能狂怒，又能改变什么？只是求死罢了。对，亲家，这个人肯定是假的，是镇南王找来冒充的。
他们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住口！先是污蔑镇南王，又冒犯了武帝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王不可辱，帝更不可辱，你们还不跪下？我想找死吗？3位大人，萧红斗胆死谏。死谏？没错，死谏。我自鸿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我等对眼前这位武帝的身份存疑，愿以死来验明真伪，还请3位大人协助，请武帝唤醒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，真假一试便知。请武帝唤醒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，请武帝唤醒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。秦武，你倒是唤醒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啊！哼，想必你这蝼蚁之躯激活不了朱雀剑中的武帝印记吧？秦武，3位已经到了，镇南王想护你也绝无可能。你现在认错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胡闹！武帝威名岂容你等冒犯？全部给我跪下！不错，我们4人追随武帝南征北战，音容相貌、言谈举止了然于心，他就是武帝，又何须向你们这群蝼蚁自证身份？来人，把这几个大胆狂徒给我拿下！听候武帝发落。武帝这群人冒犯于您，死不足惜，还请您下令就地处决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他可是你的亲家。青总大人，请看在2个孩子的情分上，一定要替我求情啊！法不容情，何况冒犯于武帝？别说是亲家，便是我也该死。好，那就判王运进斩立决。武帝大人，武帝大人，我错了，武帝大人，武帝大人饶命啊！武帝大人，你是知道错了吗？不，你只是怕死。至于你，萧恒，屡教不改，罪不可恕。就是轻易将你杀掉，那也太便宜你了。现判你无马之刑，株连9族，罚我漠北，终生刑入牢狱。我不服，此案绝非武帝，我死不瞑目。对，我们死也不服。我要上报国主，让国主替我们平冤。国主？就凭你们蝼蚁也配见国主？秦武，你就是个收破烂的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身份败露，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你会混得比我还惨。不会有那一天的。秦武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能高看你一眼吗？假的终究是假的，就算你再怎么伪装，纸也是包不住火的。金钱、权力、地位，居然可以让人变成这个样子。早知道就不应该救萧家。当初如果萧家破产之后，你或许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是你不肯接受自己的平庸，妄图冒充武帝来获取想要的财权。可是假的终究是假的，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。能成为武帝，我全凭实力。你们不是很想知道我的真假吗？朱雀，昔日我命人铸造此剑，在此剑中留下了本帝的印记，随后赐予镇南王朱雀，使其一战打败3名敌国战士。你们说我无法解开本帝的印记，好，那我今天必让你们看看，你真的是武帝？王家彻底完了。王家不会完了，是你完了。王运进斩立决，萧恒9族全部罚我漠北，永生永世不得入世。罪人萧红，现武帝不杀之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秦武他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可能会是武帝？尚梦瑶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没有我，你们萧家5年前就该覆灭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不过看在林老爷子的面子上，我不杀你。但是，
你萧家的所有一切，我尽数收回，你好自为之。你不能这样！现在萧家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努力打拼得来的。我们走。请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滚！都给我出去！是我。雨墨，你怎么来了？雨墨，那个臭小子没有把你怎么样？王老将军，王运进已伏主。小武帝，看看扶起来，我要参拜武帝。王老将军，你还是躺着好好休息吧。爷爷，是我拜托秦先生来帮我的。胡闹！我们王家的事怎么能麻烦武帝呢？王老将军，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，听闻你有事，我立马就赶了过来。何况此事也是因我而起，我一定不能袖手旁观。我有点像是你，慢缓，慢。我自己的命，我自己知道。等把生意请来，也来不及了。武帝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可以吗？但说无妨。水剑山之战那会儿，你还不是武帝，可是，在军中的庆功宴上，你我立下了宏愿。等我们平定十国之后，你我都要活着的话，我要把我的孙女嫁给你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武帝啊，虽然是酒后之言，可是老头子我当真了呀。我的孙女长得也不差，人也善良，我就担心我走了之后没有人照顾她。王老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会把雨墨当做亲妹妹一样好好照顾。至于婚约，还是要斟酌一下。谢谢武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王老将军，一路好走。来，鼻祖是苍劲爸，您足称当世书法第一人。书法只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手段，书法第一人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这两个字：天下。不会太远了。这么晚你来有什么事吗？刚接到消息，武帝今日降临金陵王家，连4王也不死。什么原因？据说是因为王运进软禁了王老将军。武帝得知此事之后，替王家结果了王运进。至于王老将军于今日过世了。等等，你说武帝今日在金陵，这其中有什么问题？绝无可能。今日我正好有事找武帝商谈，他一整天都待在上京，从未离开过，怎么可能出现在金陵王家？难怪有传闻说，今日武帝是镇南王找人假扮，看来绝非空穴来风。镇南王，
此事可信吗？是他的手下萧恒说的。萧恒还因此连累了九族。可四王都证实了武帝的身份，应该不会有假。但父亲您说武帝未曾离京，其中实在蹊跷。这些年，镇南王一直跟我敌对，政仇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此事不管是真是假，大可以大做文章。若是假，也无甚可疑；若是真，他将必死无疑。一旦他死，武帝势必又将少了一条胳膊。还有件事，镇东王因为跟王运进的缘故，被武帝罚了1年的军饷，看来现在也对武帝心生不满了。你去试试他的态度。明白。青龙要是能为我所用，我手中可打的牌又多了一张。哈哈哈。这是我让人煮的绿豆汤，清热解暑，您尝尝。王老将军的后事处理怎么样？都处理好了，这些日子多亏您了。王老将军也算我的半个亲人，应该的。不错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你明天要走吗？我去上京处理一些事情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有什么心事你就给我说，我答应过王老将军的，一定把你照顾好。我是不是不如他？谁？萧梦瑶。你比他强多了。那为什么你愿意入赘萧家，却不愿意？这是因为经历过，才更加不能草率的决定。没有感情的婚姻不堪一击。你很好，但我不能因为答应过王老将军，就不考虑你的感受。其实只要你点头，我愿意的。我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忙，现在我还不想考虑儿女私情。你是武帝，心怀天下，确实不应该被这些小事束手束脚。没关系的，你去忙你的事情吧，我会等，等到你愿意接受我的那天为止。尊上，你在忙着王老将军身后事的时候，曹洪秘密来了金陵，见了青龙，随后青龙又去见了白虎。曹贼是真的相信你是假的，不过他岂会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在按照您的计划行事。5年了，鱼儿终于上钩了，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演了。等我到了上京之后，安龙卫会找你调查我冒充武帝一事，到时候按计划行事。秦少，那个妻子正在来上京的飞机上。萧恩还真是个废物，连个蚂蚁都弄不死。这看来还得我亲自出手。秦少，有传言他是龙武殿的那位大人，连4大王都对他十分的清楚。武帝，他是什么货色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他这次来上京，无疑是自掘坟墓，我是都忍不住想看看他的惨状了。上京的人都说生死当如秦纵横，唯有秦少才是上京秦家最好的接班人，他根本就没资格跟你斗。帮我来醉霄楼设宴，我要盛情款待我这个多年没见的哥哥。我家秦少有请。我不认识什么秦少，你最好跟我走一趟，要不然秦思月小姐可就……哎呀，你在打我！你个秦家的狗，还敢在这狗仗人势！他秦纵横不教你，我教你。
好，牛总，反正花我已经带了，去不去可就由你了。哎呦，请人要有请人的态度。好，牛总，待会我和你还怎么相当？哎呀！属下大人，抱歉，这个时候来打扰你，只是我等奉命调查今年王家一事详情，还请您配合，莫要让我们难做。放心，我还没必要为难你的下人，带路吧。金纵横，你让人带我过来，就是看你现场直播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也不介意。继续。你是不是羡慕我？也对，在外流浪了10多年，还成了萧家的上门赘婿。你是不是连女人都没见过呀？你这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嘛？要不这个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当红的女星，讨厌你秦少，你就是要戏弄人家。我认真的。我才不要跟这种垃圾呢！垃圾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。不过你说对了，他还真的是个垃圾。秦纵横演得不错，不过我可没工夫看你演戏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秦武，咱们也好久没有聚一聚了。今天这顿是给你接风洗尘的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敬你的。这么快就给自己准备后事了？错，是给你安排后事。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。秦武，你不该回来。上京秦家没你的位置，你回来上京只是死路一条。不试试不知道。10年前你就斗不过我，你凭什么觉得现在的你还能玩得过我？玩你啊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我那愚蠢的哥哥，你口气还真大呀！只可惜只有嘴硬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告诉他，我是什么身份？上京秦家接班人。还有呢？我不知道。我还是当今曹太师之子曹洪的小舅子，更是精卫大将军。下次记住。记住了。那他是什么身份？我来告诉你，他秦家弃子，10年前因毒害我妈，被扫地出门，赶出了秦家，还成了萧家赘婿。最后我被萧家扫地出门了。秦武，地位悬殊，权势不对等，你拿什么来跟我抢秦家家主的地位？就凭那老不死的一句话，秦家上下唯一认同的只有秦纵横、秦少，即便是老家主偏心，你在秦家依然不可能上位。秦家家主的位置，我还真看不上。至于权势地位相差不对等的话，这一点就说对了。你口中的权势地位，在我眼中不堪一击。秦武，好大的口气！不愧是在外当了10年的流浪狗，别的没学会，虚张声势的学会了不少。你以为我是萧恒之路的蠢货呢？那么容易被你吓住？你和萧恒啊，差不多。你在外面那套把戏，在我这行不通。不怕告诉你，镇南王已经被安龙卫带走调查，以他犯的罪名，他怕是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至于你冒充武帝，罪该当诛。今天这接风宴，
亦是为你送行。我今天啊，还真是没给你准备什么。不如今天我借花献佛，这送行宴，我送给你得了。你唯一的底牌都失去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的底牌你看不清楚，你的底牌嘛，都一目了然。好大的口气，秦武！你现在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上，只要我愿意，你现在就可以上路。你凭什么跟我那么嚣张？这些都是上京1等1的高手，一人可抵100人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走不出这个包厢。不过，我倒是愿意给你个机会。你给我跪下，舔干净，给我哄高兴了，我兴许能放你一条生路。那今天我也给你一个机会，不如这样，你跪下来把我的血舔干净，我同样也放你一条生路。秦武，难怪那些世家的掌权人还有萧恒都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演技可是真好啊！死到临头了还能装出一副无所谓的姿态来威胁我，要不是清楚你的底牌，还真可能被你唬住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算了，像你这样只会耍嘴皮子的废物，根本分不清你我之间的差距，还不如直接点，直接送你去见你的死鬼老妈。再敢提我妈一句，废了你！废了我！你要清楚，你现在在我的地盘上，我要你死，你就得死。秦武，反正你都快死了，不如我告诉你个真相吧。其实你妈当年并不是患病死，是我每天在她茶里加了点东西，然后她就……没错。我就喜欢看你这样又愤怒又拿我不了的样子。不错，保持住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当年下毒谋害我妈是我嫁祸给你的，没想到那个老东西那么狠，真的把你逐出了秦家。哦对，还有你妹秦思月，这个死丫头老是跟我作对。放心，等你死了之后，我就把她卖到烈阳国。你要知道那里都是什么样的人。哇，想想都有意思。不用感谢我，应该的。你在找死！来人，先把这个废物的手脚给我打断，但别打死。我还想玩一玩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真是一群废物，连个丧家之犬都打不过。秦纵横，该你还债的时候了。真以为有点三脚猫功夫就能在我面前叫嚣了？秦武，今天你必死，没人能救你。就凭你身上这几条，没让他活死啊？我来送个酒就走。什么？杀手榜第1的冥王居然不是他对手？你小子早就发现了。你身上那股臭味儿，和你徒弟一样难闻，想不发现都难得很。月毛是你杀的？算是吧。那正好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，替他报仇。你和你的徒弟一样不堪一击，我当初就跟他说过了，你来也是死路一条。既然认出来了，那就死而无憾。精卫大将军六国金风，看来没少花钱吧？秦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有什么底牌尽管使出来吧，我全部接了。秦武，别以为身手不错就能在上街横着走。我告诉你，国主脚下没有背景你玩不起的。我就是我最大的背景。一个被秦家抛弃的丧家犬，
一个收破烂的，当了5年赘婿，还被扫地出门的废人，你大言不惭的跟我谈什么背景？莫不是串通了镇南王冒充武帝？你就真当自己是武帝了？假的终究是假的，冒充武帝，不仅你要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连你妹秦思月，你得为你陪葬。倘若跪下来求我，以我曹太师之子小舅子的身份，兴许还有活路。看来你也没什么底牌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送你上路吧。秦武，你敢杀我？有何不敢？你要知道，我可是曹太师之子的小舅子，精卫大将军。你要是敢杀我，不仅你要死，就连你妹秦思月也得陪葬。威胁我？哼，我可不是威胁你，你不妨试试看。要是我有什么闪失，你都走不出这个门。你在我眼里早就是死路一条了。我这次来上京，就是为了找你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既然你来了，脑袋还省事了。再上京动不了我，今日之仇，我百倍奉还。下辈子吧。啊，如果还有的话。住手！姐夫，救我！放开他！凭什么？你是在挑衅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也不在乎。我要杀他，没人能救。我是曹太师之子曹洪，在上京就没有我救不了的人。就算是曹太师来了，在我这里也只是3个字：救不了。好大的口气！真以为自己是武帝？我们都调查清楚，你就是个冒牌货，跟镇南王勾结，意图谋。现在镇南王已经被解除官职，送去边关做苦役了。至于你要么下来给我跪下，再自断手脚，上可活。断手脚可……看来你还挺有自知。混账！他可是国主亲姐的精卫大将军，你敢伤他，看来真的活腻了。我手中祖龙剑，上可斩昏君，下可斩奸佞，断一个区精卫大将军的手脚，有何不可？还是你要过来试一下我的剑锋如何？一把不知道哪儿来的伪造品，敢冒充祖龙剑！你真当我是3岁小孩？冒充武帝，你该当何罪？那你大可以过来验证一下，看看这剑锋是真是假。哼，我没有必要。看什么？给我拿出来！我去！曹公子，这剑太沉了，他可能是真的武帝吧？他一个秦家弃子，怎么可能是真的武帝？可这祖龙剑，他确实能拿得起来呀，对不对？真正的武帝在轩辕宫内，绝不可能在这里。这剑有古怪，绝不可能是祖龙剑。祖龙剑乃大夏国运的象征，像你这样的废物，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提拿起来。一个冒牌货也竟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！便是曹太师见了我，也要礼让3分。一个靠着权势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颐指气使？这一巴掌就是给你的教训，下次再敢这样，我废了你。听说你很能打什么武帝，看看是你人快，还是我枪快？我这辈子最恨别人拿枪抵仇。你这辈子好，那你下辈子应该很喜欢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秦宗龙想对你不利，我就带着爸。放心，他们还伤不了我。这都是你做的，云飞，秦家完了。今天你们秦家如果弄死他，你们秦家都得死。
今日是犬子胡闹，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，我愿意赔偿你们曹家1000亿，希望你们高抬贵手。我差你们这点钱！今天若不是他死，就是秦家死！爸，冒充武帝，还在上京杀人，任何一项罪名他都要人头落地，你还护着他，你是想让我们秦家走投无路吗？冒充武帝？哥，你怎么敢冒充武帝啊？我就是武帝，何来冒充一说？秦妃，你也听见了，今日他必须要死，要么是你们大义灭亲，要么就是我连秦家一起灭了。你自行判断。不，曹公子，犬子戏言，不可当真啊！请看在我们两家之间的情分上，不追究此事了吧？你有需要什么赔偿的，我定尽力满足，行吧？好啊，让秦四爷给我当天房子，要是我满意，我就放过这个废物。你休想！那他就死！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，请曹公子网开一面。爸，你别这样，他只要能放过我哥，我答应他就是了。看见了吗？你这个废物，连大夏第一世家的掌权者都得给我跪下，你妹都得给我当田房的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还不跪下！小五，你原谅我了，小五。一把年纪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别出来逞能了。回去吧。不，10年前我做错了一次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放弃你，哪怕代价是整个秦家。行了，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攒下点基业来，还是回去好好守着吧。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丫头。不，我们不走，无论什么事儿，大家一起面对。好一个父子情深，兄弟情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都别走了，今天就一块埋了吧。老公子，你很喜欢叫，要是放低姿态给我跪下上个活，我要是今天只有死。这样一句，我给你跪下，再让你妹给我当天。放你一条活路！喜欢叫，现在你的命就在我的手里。你现在给我跪下，我还可以饶你一条性命，如何？你死定了！我说的，耶稣也留不住你。那可耶稣他敢不敢恕我？你疯了！你杀了我姐夫，整个秦家都为你陪葬。秦武，你不要冲动啊，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你要是杀了曹公子，那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我没开玩笑，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跪下，还是死？1、2，跪！秦武，你可知道我这一跪可是秦家几千条命！秦武，你真是个疯子！秦家交给你，迟早要毁。忘了，还有你呢，过来，跪下。你让我给你跪下？你还不服吗？我现在手脚都断了，你让我怎么跪？也是啊，我过来，扶着他跪下。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秦武，你差不多就够了。曹公子是曹太师的独子，你要是真的把事情给闹大了，那就不好收场了。哥，曹家权倾朝野，我们秦家斗不过他们的。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要想收场，你们就死。那就让事情再大一点，给你机会给曹魏打电话，让他滚过来见我。你找死！
让你打你就打。爸，我在醉仙楼，你快上来救我！3分钟内滚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替你儿子收拾。你糊涂了？你是不是自控漏啊？思远，买最近一趟出国的航班，赶上你哥走，别回来了。见过找死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找死的。一会儿我跑过来，让你们都死绝。秦武，你不得好死！找死！找死！找死！不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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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为什么打他3巴掌，打我4巴掌？你这个罪有印象！曹魏狗贼来之前，别逼我再抽你。曹太师到。完了，这下走不掉了。哥，曹太师一向心狠手辣，你这样对乔红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们都得死！刚刚对我的一切，我让你们百倍奉还！爸，你可为我报仇！我要让秦家九族如一，全部不辱！曹太师啊，来了挺快的嘛。混账东西！蝼蚁之身，蝇虫之孽，也敢在上京闹事！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还不赶快放人！天子脚下，皇城之地，是他们先找的事儿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就算追究起来，也是要先治他们的罪。他是我曹魏的儿子，即便是在上京杀了你，又算什么东西？上京少爷，碰我曹魏的儿子。曹太师，亲家，今日是犬子的不对，我秦家愿意献出1半财产，换他一条生路。有此不分，你难逃其咎。秦家账日后会跟你们慢慢清楚。至于他，活不了。曹魏，在本帝面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如此放肆？秦武，不可对曹太师无礼。曹太师，好一个本帝！你敢冒充武帝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祖龙剑在此，本帝如假包换，何来冒充？倒是你见本帝不贵，该当何罪？真是祖龙剑，小武，你真是武帝？秦飞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？武帝是何等人物，也是你这个弃子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吗？他不过是一个冒充武帝的大胆狂徒而已。曹魏，祖龙剑就在我的手中，你凭什么质疑本帝的真假？万一是真的，你刚才污蔑本帝，该罪诛9族。我纵横天下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，想唬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如今镇南王已锒铛入狱，你冒充武帝的身份，很快就藏不住了，还不赶快跪下自裁？秦家还有得救。祖龙剑上可斩昏君，下可斩奸佞。曹太师，你是想以身试剑吗？想做什么？祖龙剑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你说我是假的，那祖龙剑的真假你测试过了吗？你说我现在要是斩了你，怎么样？你敢？我都到这一步了，不妨过来试试。曹太师，那剑是真的，我刚刚拿都拿不动。你给我闭嘴！爸，他根本不是武帝，他手中的剑也不是祖龙剑，他就是在虚张声势。来之前已经确认过，武帝人在轩辕宫中，他绝非武帝，但他手里的祖龙剑却真假不未知。曹太师，你信我，
像祖龙剑这样的灵剑早已经有了灵智，除了武帝和四王，没有人能提动他。他是秦武，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。要不你来试试？你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！你们去试试。曹太师，万一这是真的呢？一群废物，本太师来试试。这真是祖龙剑。曹太师，玉帝不败，你说我现在就是斩了你，可行？臣拜见了武帝。啊！他说的都是假的，你不能信他。闭嘴！秦武，你倒是好破，随时引火去赶皓月这一回。秦妃，你也倒是生了一个好儿子。不过引火终究是亮得了一时，却亮不了一世。曹魏，你说的不错。如你区区萤火，如何与本帝这皓月争辉？你得意不了太久，不怕告诉你，镇南王已经走了，你就是他找来冒充的。我命原告去奏请武帝，日子一到，便是你的事情。曹太师，御史仇来了。说曹操就到，这场真假美猴王的戏也该献舞。秦武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你的惨状了。小武，你不该冒充武帝的呀，这个罪名担待不起呀。秦妃，你儿子今天的所作所为你也看到，今天你便是神仙来了也难救他。至于你们秦家，也难逃其责。袁将令，快宣读武帝谕旨吧！已经迫不及待看这些废物痛哭流涕的样子了。宣武帝令：大胆贼子，蔑视王法，亵渎天威，冒充本帝，罪无可赦，判还手死刑，于封禅大典当日执行。秦武，武帝谕旨已到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也许轩辕宫的那位武帝才是假的。住口！事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，冒充武帝，你真是死不足惜。祖龙剑只有我拿得动，你又如何解释？镇南王已如实交代，你这祖龙剑内有能工巧匠设置的机关，只要打开机关，剑中无闪，只要关上，便轻如鸿毛，你就不用在这儿强装演戏了。诸位都看见了吧？好一个天衣无缝的谋划！若不是本太师眼明心慧，还真被你和镇南王给糊弄过去。我的谋划，你看不清。来人，给我把他就地正法！曹太师，武帝是希望后日封禅大典再处决此人，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，不要急于这一时，不然触怒了武帝。姑且留此人一命，他反正也是死人一个。等封禅大典一结束，我们再将此人同邢家进行亲送，带走。儿臣拜见大夏国主。平身吧。如今镇南王朱雀兵权对象，镇北王玄武一介莽夫，竟然找武帝求情。如今王之被捕，而青龙和白虎站在我的这一侧。现在武帝身边已无可用之，我相信武帝做梦也想不到，明天的封禅大典就是他的忌日。哈哈。苦心之人天不负，5年，我足足布局了5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就按原计划进行吧。
是，明天武帝一死，国主之位错失了。曹公子，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好，武帝左膀右臂已除，明日你们埋伏在封禅台附近等我信号，定可一举斩杀武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秦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听说你被关到牢里，就订了最近的航班过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武帝吗？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一言难尽，你不该来这里的。走吧。我为什么不该来？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你出事不闻不问吗？我做不到。这又是何苦呢？我不管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不管你是不是武帝，我喜欢的一直都只是你这个人，哪怕所有人都反对，哪怕与全世界为敌，就算你只是师姐婆拉的情物，我一样愿意嫁给你。好一个郎情妾意啊！秦纵横，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王雨墨，再怎么说你也是金陵王家的千金小姐，而他秦家弃子，胆敢冒充武帝的废物，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？我看你长得也不错，不如就跟了我，以我秦家之力，定能助你王家一飞冲天，如何？秦纵横，你不如他。我不如他？他现在就是个阶下囚，明天将被处决，而我将接任秦家，他拿什么跟我比？阶下囚也好，武帝也罢，我只知道他是我此生不换的良人，哪怕是上刑场，我也要与他共进退。好一个此生不换！只可惜他并非武帝，只是一个冒充武帝的大胆狂徒。武帝的身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爱的是他的这个人，不是他的东西。王雨墨，你想过没有？他冒充武帝，罪无可恕。你要是跟他扯上关系，王家也必定受到牵连。不用你提醒，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王家家主之位让与其他人，我与王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我被牵连，那我就陪他一起上刑场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且我都死到临头了，再说这些宽慰自己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武帝要你死，活不过明天。至于他今夜买通守卫，试图劫狱，罪该当诛。不过我可不会让他那么轻易的死。你想做什么？不要当着这个废物的面让他看出好戏。去，把他给我抓过来，扒光，我就让这个废物当场看看这出大戏。放心，之后肯定会赏给你的，毕竟也是个不错的玩物，浪费可惜了。谢秦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能陪秦少睡觉是你的荣幸，快滚过去服侍好秦帅，没准秦帅能救你的废物男人。谁允许你过来的？秦武，你沦为阶下囚，竟敢还想动我，你找死！我便是阶下囚也罢，就凭你们两个，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！你要做什么？看来你是忘记他的滋味了呀！那我让你好好回忆回忆。别打了！带着你的狗滚！秦武，你不要太嚣张，等你与你处决了，我必定带着你的女人还有你的妹妹到你的坟前，让你开开眼界！
生同亲，死同学。这辈子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什么结局我都接受。下辈子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吧？什么下辈子在一起啊？我这辈子还没过够呢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生同亲，那要不我们今天在这里睡一下？能这样跟你一起度过一晚上，我也觉得特别幸福。这多好啊！有没有人打搅？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，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们不说丧气话，秦伯伯已经在努力了，没准儿明天武帝收封以后，心情一好，兴许就大赦天下了呢。是啊。对不起，我昨天实在是太困了，居然什么都没做。困了就睡，熬夜对皮肤不好，不然这么好看的脸毁了多可惜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要不趁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吧。在这儿。时间到了。这么快？封禅大典不是中午才开始吗？跟我走吧。没事。都准备好了？一切准备妥当。好，如此一来，今日这盛世大典便是为我而举办。恭贺曹太师，哦不，应该改口了。恭贺国主今日登基。武帝到。今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年糕怎么还没来？应该快到了。恭迎武帝！起来吧。谢武帝。曹太师，来这么早？今日这大庆之日，是应该早一点来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曹太师的封禅仪式。哎，武帝，这话可不信说。开玩笑的，曹太师这辈子都是嚣张什么？等下就是他的死期。哎，成大事者不与世事。现在他有多仓皇，下他就有多狼狈。袁绍令来了。怎么才来？有些事情耽搁了。都准备妥当了？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封禅大典开始了。那便好。吉时已到，封禅大典即将开始，请武帝登封禅台。今日武王薨逝，漠北十国趁机为乱，民不聊生。吾受命于危难之间，统帅三军，抵御外敌。今时不久，灭石广强，还天下平安。大胆！大胆！曹太师这是想要做什么？武帝宣读封禅文，竟敢如此打断，太失礼了！疯了！今天是武帝封禅大典，曹太师敢登上封禅台，是不是要谋反？武帝震怒，曹家要完了！都给我闭嘴！曹太师，这是何意？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曹家覆灭！曹家覆灭？你是否没有搞清楚？我没搞清楚。今日封禅大典并非为你而举办，那难不成是为你？不错，今日这封禅大典便是为我而举办。从今以后，大夏谥号，改国号为大魏。曹家这是要谋朝篡位啊！武帝还在，这曹家怎敢如此？
曹家今日过后要不复存在了。武帝只身一人，马踏十国，剑斩24战神，神威盖世，是一个曹家可以判任的。曹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打断封禅仪式，擅登封禅台，你还私制龙袍，你当真的谋反不成？当今国主年老力衰，昏庸无道，天下万国备之。我只不过是奉天承运，取而代之，乃天命所归，何来造反一说？祝贺大魏国主登基，臣愿誓死追随。恭贺大魏国主登基，臣愿誓死追随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可看见了，大魏立国实乃纣王所为。今日便是我登基之日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谁敢不从，杀无赦。曹魏果然狼子野心，通敌叛国，这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2个武帝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武帝双胞胎？今天真是乱了套了，都把我搞糊涂了。秦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秦武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应该在午门执行还手死刑了吗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秦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私自越狱也就罢了，竟敢来这里自投罗网。不过也正好，让我能够看到你身首异处。秦武，本来留了个节目，打算在封禅大典之后再慢慢欣赏。不过你既然来了，我就把节目提前一点。来人，把秦飞和秦思月给我带上来。小五，你还活着，小五，太好了！他越狱出逃，现在暂且苟住了性命。不过他今日必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大发慈悲，让你们一家人在九泉之下团聚的。秦纵横，你怎么这样对你的亲生父亲？你不是人！都是他逼我的，我明明什么都比他强，他偏要把秦家交给这个废物，凭什么？因为你跟我比，还差得远。小五，你糊涂啊！你既然都已经愿意出去了，为何还要白死白白送命啊？你个冒牌的假货，你敢登封禅台，找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，就地处决！你来此到底想做什么？领封斩你！你入戏太深了吧？镇澜王看来没少给你灌输思想，你一个冒牌货也敢封禅称帝，我看你是自找死路！秦武，这个废物也敢站在封禅台上，还不赶紧滚下来！臣拜见尊上。此座龙剑今物归原主，恭迎武帝归位。小武士，武帝！哥哥竟然真的是武帝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个废物只是镇南王找来假冒的，怎么可能是武帝？他是真的，那你是？出过玄妙5年了，辛苦你了。能够得到尊上信任，扮演尊上代掌五龙殿，实乃我之荣幸，谈何辛苦？幸不辱命，终于完成尊上交代给我的任务。你是五龙殿军师诸葛玄妙，5年前你不是沾染怪病离世了吗？你怎么会？是啊，5年前诸葛军师的葬礼我还参加了，难不成死而复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脑袋都转不过弯了。很惊讶，
千面神君诸葛玄妙，精通奇门遁甲，有改头换面之术。我也只是听闻，没想到能如此以假乱真。好一手金蝉脱壳，李代桃僵，是我大意了。曹太师过奖了。这么说，5年以来，在轩辕宫内，一直都是你诸葛玄妙，而你则身在林州为婿。不错，5年前，我便命诸葛玄妙假死，然后易容成我的模样入住轩辕宫，而我便隐入林州，暗中布局这一切。暗中布局？5年前，我虽踏遍10国，震慑万国，但也却失去了18位好兄弟。可他们是正常的战死沙场，死得其所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他们之所以马革裹尸，皆是因为有奸佞向漠北10国暗送情报，泄露了行踪，遭遇埋伏，导致我18位好兄弟皆因护我而死。之后，我便在他们坟前发过誓，不揪出奸佞，誓不登封禅台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你这个老狐狸藏得这么深，我一局棋下了5年，要不是你按耐不住，急于谋权篡位，只怕再过5年，我仍然找不到你投敌叛国的证据。你倒是下了一手好棋啊，让诸葛玄妙假死，扮成你的样子在轩辕宫坐镇，而你则隐身幕后，让我无法知道你的每一步。料，我要是在轩辕宫，恐怕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监视范围之内，隐身在外，化身局外人，方可是破局之法。但这并不是我唯一的目的。 5年，在轩辕宫中深居简出，甚至时不时召见御医，目的就是让我觉得你重伤难治，对吗？不错，这为第2目的。我若是不表现出重症难治之象，恐怕你还会慑于武帝之威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如此一来，要揪出你的狐狸尾巴，恐怕难于登天。好一个引蛇出洞！但是，没让我想到的是，你这个老狐狸生性多疑，5年之久，仍是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哼，只可惜你最近向江国联系频频，而江国又一直向我挑衅，这才得到了一些线索。只是这些线索还不足以判你的罪。难怪最近江国屡屡挑衅，原来是曹魏这个叛国贼通敌叛国了。幸亏武帝生猛养育，掌控全局，揪出了这个大夏的毒瘤。如果这不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黄土霸业最大的责。你要不死，我始终无法心安。5年还是太短。好不容易让你露出狐狸尾巴，尊上自然不会这么容易让你收回。所以，从灵州拍卖会平定王家，大闹醉仙楼，步步逼我入局。原本我还以为戏演的不够足，逼不出你，幸好有叶灵天、萧恒，还有我这位愚不可及的弟弟，以及这个傻得可爱的儿子的配合，才有了你这登封禅台、自寻死路的谋划。不可能！一个连我都打不过，被逐出秦家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此雄才大略？你，就你那种龌龊不堪、小打小闹的把戏，我还不屑与你争胜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感谢你一下。如果不是你当初把我赶出秦家，何来今时今日的武帝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这样？秦纵横，常言道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可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畜生，倒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。今日你犯下的滔天罪行，你不死，天理难容。即便你是武帝又如何？今日这封禅台便是你的葬身之地，你也走不出这儿了。
你倒是一如既往的盲目自信了。我说过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今天就会知道，至于你曹魏，也要为我龙武18旗血债血偿。好，非常好。年纪轻轻，城府却如此深，不愧是武帝，我佩服佩服。我所说的罪行，不承认了？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你大势已去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武帝，如今已非往日，你终究还是棋差一招。看来曹太师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今天恶战。曹太师是魏国新君，天命所归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。不错，奉曹太师为大魏新君，方可正道，逆者只有死路一条。诛武帝，立新君！诛武帝，立新君！诛我？你们还不够格！武帝，镇南王朱雀和镇北王薛，你被你革职插代，你这是自断双臂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秦武，今日就拿着老家伙和秦思月祭旗，来人，给我将秦妃和秦思月拿下，就地正法。都给我退下！敢上前者，格杀勿论。袁上令，你这是何意？袁上令，你在干什么？时候已到，该动手了。别嚷了，他不会动手的。即便动手，也是杀光你们。好你个袁高，胆敢背叛我，你可知是何下场？曹太师，本来就不是你这一边的，何来背叛之说？你也是武帝安插在我身边的内应。不可能！当年便是你亲自给漠北之国投递的情报，万岁，你更胜于我。即便是你出卖我，换取活路，武帝也绝对不会轻饶你。别犯傻了！你说的对，袁高投敌送报，害死我大夏18位好儿郎。即使再多功勋，依旧该死。袁上令，你可听见了？今日除非他死，不然你也休想活。还不赶紧动手抓住秦武2位至亲！你笑什么？自然是笑你们愚不可及。你什么意思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给我看清楚了，他是谁？好，好，好，暗度陈仓，又是一手妙计。诸葛玄妙，想必这又是你的杰作吧？爸，我是真的。曹太师，你真以为本王会愚蠢到找人冒充武帝？我一片赤诚，岂非与你一样图谋不轨？怎么会这样？秦纵横，作恶多端，今天我就斩了你！你不能杀我！武帝有令，凡图谋不轨者，杀！我们错了，镇南王饶命！你们都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只不过是自保而已。你们这些废物！再不起来，我杀光你们！曹贼，你大势已去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，听候武帝发落。哈哈哈！大势已去，秦武，你也太小看我曹门。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，我怎敢跟你对抗？难道你还有其他妙手尚未施展？那是自然。我倒想见识一下。要是没有3比3，我怎敢与你对抗？两位，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就不用再藏歌了吧？青龙在此，白虎在此。镇东王郑西王居然投靠曹太师，难怪这曹太师敢给武帝叫板。大魏万岁！武帝，你这卖青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武帝，看见了，你终究还是棋差一招。有屁的武帝！今日过后，我只是一具尸体。现在怎么办？
陶贼，这些年来，你确实在宫殿内安插了不少内应，手段确实了不起，有些呀，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。郭玉，既然要与你斗，我怎么能没有万全的准备？否则我也不敢出手。如今你大势已去，你可还有什么遗言？爸，这就是废物浪费什么时间，直接处决就得了。哎，怎么也是高高在上的武帝，赏他一个体面的死。你笑什么？是笑你自己失败，还是笑你棋差一招？也许我沉溺太久，你们都忘了，昔日我只需一人一马一剑，也可杀了10国周魁齐家。秦武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我看你是没看清目前的局势，难道你想让你的父亲和你妹妹给你陪葬？武儿忠勇，便是死了我亲妃，无憾了。小武，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不必管我们。哥，你不用管我们，这辈子能做你的妹妹，我很骄傲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今日秦武胆敢抵抗，你们秦家都不给我陪葬。我看谁敢动他们分毫。秦武，我劝你三思而后行。如今镇东王、镇西王都在我这一侧，你斗不过，何况此刻大夏四周均有虎狼之师所使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即刻发下。你真要闹个民不聊生不成？大夏儿女何惧一战？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；乱我大夏者，罪该当诛。口号喊的倒是响亮，你也不看看如今的局势，你弱我强，你凭什么跟我抗衡？没看清楚的人是你。青龙白虎皆为我所用，你已身陷重围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，说出如此可笑之语，是吗？青龙白虎何在？哈哈哈哈哈！青龙白虎早已与我结盟，你号令不了他。臣在。你们现在你可看清楚了？武帝饶命，请武帝恕罪。镇东王、镇西王，你们竟然临阵倒戈！你们可是收了我曹家万亿财产。本王和许人也一生追随武帝南征北战，立志报国为民，岂能为五斗米折腰？要非武帝指使，你以为本王信与你们通敌叛国的奸贼为伍？至于你们给我们的千亿资产，本就是非法所得，我们已经全部封存国库，用以救济民生。想用这种手段捆绑我们，哼，未免也太小瞧我们了。别忘了，你们还为了给我们表忠心，还铲除异己，坑杀同伴。铲除异己不假，可那些都是你们的人，你们在军中安插的一切内应，现如今已全部拔出，你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你们，曹太师啊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应该早想到，镇东王、镇西王其实财权可以收买，是我太心急了。现在才明白，晚了。你通敌叛国，意图颠覆大夏，多年来你搜刮民脂民财，天理不容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武帝，现在谈论这些为时尚早。既然要跟你斗，我岂能没有多几手准备？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。如今大局与你背至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是你没看清楚。如今大局仍在我手。你还有什么手段？看看这四周吧。这四周有什么？难不成还有伏兵不成？曹太师，大势已去，我看你不必在这里虚张声势了，束手就擒，尚可留你全尸。虚张声势？我告诉你，红山台四周早就埋伏了各国的绝顶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即刻踏平此地。
曹贼，别忘了漠北100万兵马是如何被踏平的。今日有武帝在，你的阴谋诡计能有何用？武帝神功盖世，一人可抵100万雄师。况且三王在场，精兵强将镇守。曹贼，你以为你能掀得起什么风浪？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挣扎了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你今日之举有违天道，败局已定。去他的天道！今日我曹魏偏要胜天半子。怎么回事？刚才发生地震了，好像附近有地方爆炸了。不怕告诉你，风扇台附近不光埋伏了各国的顶级高手，更是埋了无数的炸药。只要我爸一声令下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以我振臂为号吗？你敢双手了？爸，我以为是你。不好，可能出什么问题了。曹太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如此一来，你们也得死在风扇台上。曹太师，切勿冲动，有事好商量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倘若我死了，你们都得为我陪葬。爸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我这就让他们动手。武帝，等各国决定强者一到，便是你们的死期。曹贼，你说的绝顶高手指的是他吗？玄武，你不是……我早该想到，既然朱雀罢免是假，你又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曹贼，你可认得这个人？认识。爸，他是我们安排在风扇台埋伏的人。曹太师，你的底牌可又少了一张啊！武帝，按您的吩咐，臣率部一举剿灭各国潜入大夏一众贼子。只是什么？有什么就说，别磨叽。只是臣一高兴，就把一处炸药当烟花给放了，应该没造成什么影响吧？你还真是胡闹啊！你是不知道，刚刚可把曹太师高兴坏了，他还真当自己的计谋成功了。无妨，就当给本帝提前庆祝了。曹太师啊，你的底牌可全部打光了啊！到现在为止，我可还要顽抗到底。想我穷尽半生，谋划布局，连武王都死在我手里，没想到杀出你这个拦路虎！贼老天，你是在玩弄我曹魏呀！王之死一直是有蹊跷，没想到幕后黑手是你。今日我是不拿你的人头祭天，对不起我对我的栽培之恩。秦国大夏如今四面楚歌，刚才的烟花同样是让各国动手的信号。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大举进攻华夏了，你得意不了太久，临犯不灵。急报！念。边境急报，为基于大夏四方的各国大军震慑武帝神威，现已递交合书，尽数退军。曹魏，你以为我拖那么长的时间是为了什么？我就是要一一粉碎你的阴谋，然后以最低的代价拿下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不趁这个大好时机一举进攻华夏？明明四方皆空，他们完全可以趁虚而入，一举夺取大夏半壁疆土。大夏有我一天，他们就不敢来犯，因为他们清楚，只要有我在，哪怕他们趁机夺取再多领土，我都会一一收回，甚至把我大夏的旗帜撒在他们的领土上。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。曹家父子还不跪下来听候发落！请武帝封禅！请武帝封禅！请武帝封禅！
昔日武王薨逝，莫被十国趁势为乱，夺我大夏疆土，民不聊生。吾受命于危难，统帅三军，御敌之外，信不辱命，经时不久，灭师报强，还天下安康。国主感念无功绩，特封为帝，号武帝。今上传天地，号令四海，有武在日，大夏永安。胆敢犯我大夏者，吾必诛之。恭贺尊上受封武帝，臣愿誓死追随。恭贺尊上受封武帝，臣愿誓死追随。恭贺尊上受封武帝，臣愿誓死追随。武帝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我一命吧。呀！就御医，传御医。猜猜我是谁？可爱迷人的王雨墨女士，恭喜你，猜对了。真好看。大家都等你呢，不然大家久等了。让我再看一会儿。怎么样？匕首插得很深，所幸王小姐心脏天生异于常人，生于左侧，现在已完全脱离危险，马上1个月就能完全康复。要看也要等回家去看呢。大家现在都等你这个新郎了，你该不会是想要逃婚吧？怎么会？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，那是花光我多少的运气啊！怎么可能会逃婚呢？走，结婚去。有吗？恭贺尊上新婚！恭贺尊上新婚！恭喜哥哥和嫂子喜结连理，你们两个可要加油哦，争取3年抱俩。瞎说什么呢？我才不要！不要什么？ 3年抱俩，也太吓人了。那就先生一个。回去说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